敢反抗，找死！瘦是瘦了点儿，长得还挺水灵。巨爷，求求你了，不要啊！我穿越过来这个世界，靠挖野菜、抓田鼠、抠泥鳅活了3年。这里到处都在打仗，那些大人物今天收税，明天征兵，吃了败仗的溃兵，更是死命欺负百姓。不准动我妹妹！滚！这个世道烂透了。3年，我一直告诉自己忍着，活下去，说不定哪天能回去呢。可活着干什么？活着就是为了看着这些烂事，然后告诉自己习惯了。不，我要和你们这群畜生拼了！检测到宿主完成首次击杀，目标属性扫描中。系统来了。周武长，力量 1.3， 速度 1.1， 体质 1.2， 感知 0.9， 精神 0.8， 请选择掠夺其中一项。速度，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宿主速度属性提升。贱骨头，你居然敢杀了周武长！击杀成功，宿主力量属性提升。你别过来！击杀成功，力量提升，力量 2.0 到 3.1， 提升 1.1。3倍力量了！杀人了！救命啊！双杀，力量提升，速度提升，力量 3.1 到 4.2， 提升 1.1， 速度 2.0 到 2.9， 提升 0.9。大部队马上就来了，至少40个人。你们现在跑不远，他们有马，轻易就能追上。到时候只有死路一条。看见那片草丛没有？钻进去，找最密的地方躲起来。不管听到什么都别出来，我把他们引走。没动静了，你们再往山里跑。恩公，那你别管我，快走！快走，没时间了！快走啊！银子、干粮、水囊，通通拿走。这是姓周的马，本地矮脚马，不算好马，但比人快得多了。驾！敢杀我的人，追！别让他跑了！这样下去，迟早会被他们追上。进林子，林子里无法骑马，只能近战。近战对我有利。下马！他进了林子，跑不远，两人一组，给我搜！你找死！双杀，增加 1.2 点力量， 1.3 点体质。我终于知道邪修为什么被世人所不容了。这种变强方式太不讲理了。有血腥味儿。是你！我们好心留你一命，你敢恩将仇报？该不该死不清楚，但我知道你们不配活着。师长，他立起邪门，别迎接！这老狗经验太丰富，缠刀刀技扬长避短，我的力量优势完全发挥不出来。小子，光有力气没用，放下武器认输，我在外围把宗面前保你一命。他每次接触都轻轻卸力，如果我不让他卸呢？什么？
击杀成功，请选择速度。技巧在绝对速度面前就是废纸，只要速度够快，再强的技巧都是摆设。掠夺成功。击杀成功，请选择体质。掠夺成功。一群看家护院的狗，竟然能跟我的兵打得有来有回，看来这回遇到大肥羊了，就是有点难啃呐。诸位，听在下一言，你们要钱粮，车上有些可以拿去。若要硬拼，我的护卫没一个怕死的。你们已经死了10几个人，再拼下去，就算胜了，还能剩几个？现在退走，今日之事就当没发生过。死到临头还跟我讨价还价！哟，老黑，碰上肥瑶了。刀疤，你怎么在这儿？闻着你的骚味了呗。老黑，你打了半天没拿下，这些护卫不要命，是硬茬子。那你运气好，老子来了，再硬都给他砍开。这锦袍的料子，这颜色，绝不是普通人家能有的。能招这么多护卫的，马车里肯定有女眷，多半是个细皮嫩肉的小娘子。老大说的对，等会儿拿下了，是不是可以解解馋？妈的，还是个练家子，这身段，这味道，越练越好，老子就喜欢这种。撤，往那边亭子撤。弓箭手，给我压住他！兄弟们，加把劲儿！现在他有多嚣张，一会儿就让他有多惨！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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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18.2的力量，加上之前的一共37点力量，这种力量暴涨的感觉太狂野了。还有40多个溃兵，都是我的属性包。小娘们儿没力气了吧？乖乖跟老子走，保你吃香喝辣。怪物，他是怪物，快跑啊！你别过来，我是……下辈子管住你的嘴。战斗结算，当前力量55.5，速度21.8，体质23.6，感知11.5，精神12.3。爽爆了！不对，我可是接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人，怎么能有这种想法？都怪这些溃兵，是他们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我这是在替天行道，我拥有的是正能量。对，正能量。姨母，他是什么人？40多个溃兵，包括弓箭手，几个呼吸间全灭，这根本不是人，是杀神。妾身周氏，多谢恩公救命之恩。起来吧。妾身周氏，多谢恩公救命之恩，恩公救命之恩，妾身必当厚报。敢问恩公高姓大名？我姓曹。曹恩公，不知恩公接下来有何打算？暂时没打算。没打算，刚入世，妾身斗胆。恩公此行可有明确的目的地？没有。可有什么要办的事？也没有。曹恩公，妾身有个不情之请，妾身想聘请恩公随我去云城，充当几日近身护卫。妾身知道这请求唐突，恩公伸手，妾身请不动，但日俸300两，吃穿用住全包。恩公若不愿，此事就当没提过。救命之恩，照样厚报。这女人30出头，剑法好，心细。你倒是会说话。恩公过奖。你叫什么？妾身夫家姓周，
闺名许久没人叫过了，恩公若不嫌弃，叫我周娘子便是。周娘子，日俸300两，吃穿用住全包。是。可以，但我有要求。恩公请说。我可以保护你，但不会完全听你命令，更不会在不明是非的情况下为你滥杀无辜。能接受我就跟，不愿就此别过。恩公放心，妾身虽会武艺，多为自保，绝非滥杀之人。此番激战，实属无奈。这一路，妾身还接济过不少流民，不然马车里钱粮会更多。恩公要求合情合理，妾身答应。不仅如此，若此去云城危险远大于报酬，恩公可随时抽身离开，不必在意妾身安全。恩公本已救我一命，已是大恩。行，我随你去云城。多谢恩公。曹恩公，那里是望北坡，翻过去再走110里就是云城。一路辛苦，到了云城，妾身让人备好热汤热饭，好好歇息。村里老人说过，北边也在打仗，南边也在打仗。这周娘子身份不一般，或许知道些什么。周娘子，恩公，北边朝廷在跟谁打仗？北边在跟凶骨族打仗。凶骨族？他们世代盘踞古原，那儿的草是灰白色，据说地下埋了太多尸骨，草吸了骨里的东西，才长成那样。草原上没树，只有一种叫古木的矮桩子，长得像骨头。凶骨人砍它烧火，火是绿色的。凶骨人高，7尺往上，皮肤发灰，眼珠发黄，夜里反光，头发编辫子，缠兽牙铜片，死人指骨。灰白的草原，绿色的火光，黄眼睛的人，像游戏里的生物。他们不穿布，穿皮。凶骨人信猎物灵魂还在皮里，每件皮袍都是从活物身上剥下来的。剥的时候不让猎物死，要活着剥，灵魂困在皮里，皮袍上甚至还有血肉在动。他们住的地方叫骨帐，不是帐篷，是用兽骨搭架子，外面蒙着兽皮。凶骨人崇拜狼，信人死后灵魂变狼，祭祀是把死人剁碎喂狼，让狼把灵魂带走。天葬？怎么了，恩公？没事，你继续。他们的战士叫噬骨者。噬骨者？必须亲手杀一个敌人，把敌人骨头磨成粉，混在浑水里喝下去，喝完会进入疯狂状态。什么状态？眼睛冒绿光，力气大几倍，不知疼不知痛，理智会丧失，持续1个时辰，时辰一过，人就废了。所以他们打仗靠噬骨者冲在最前面，撕开阵型。是。狂战士敢死队。那南面呢？南边是苍茫山，那片山林不一样，树高10几丈，有的树干几10个人都合抱不过来。10几丈，上百米，树种不同，里面一些树会发光。发光？树本身？是，叫夜光木，树皮夜里发出淡蓝色的光。毛鲁人把皮剥下，贴在活动的地方。毛鲁人是什么样子？比咱们矮小精壮，皮肤褐色，眼珠黑，瞳孔大。很多人白天休息，晚上活动。他们住树上，藤屋离地3、4丈，进出靠藤梯，白天收起，晚上放下。吊脚楼高配版。他们崇拜灵，信山里每棵树、每根藤、每块石头都住着灵。进山要祭祀，砍树要祷告，不进就会在山里迷路。打仗呢？不列阵，不硬拼。官军进山，他们躲在林子里，一支箭从树上射下，人就没了。用什么武器？弓箭为主，箭头用毒子汁液淬入，伤口发黑发烂。还有一种箭，箭头是活的。活的？一种寄生在树上的虫子，拇指大小，射箭时连虫带箭一起射出，虫子就往肉里钻，一边钻一边产卵。除了弓箭，还有陷阱。山里有坑，插木桩，铺树叶，最可怕的叫血藤坑。血藤？底下养一种吸血藤，藤蔓见血就活，往肉里钻，人掉进去几息时间就被缠死，拉上来只剩一张皮。说起血藤，就不得不提5年前那场仗了。什么仗？
负责南边事务的是陈宇将军，年轻时在北边打过仗，调来南边，想给毛鲁族颜色瞧。那时毛鲁族下山劫掠，朝廷催平乱，陈将军动了真格，他调了好几万人开进苍莽山，林太密，路太窄，大部队走不快。100里之后就开始出事了，夜里扎营，哨兵失踪，早起在营地外找到一堆骨头，肉刮干净了，旁边插着剑。毛鲁人躲在暗处放冷箭，白天行军，一箭从树上射下，箭手早跑。晚上睡觉，营地飞进吹箭，人被麻痹，不到天亮就咽气。官军不熟悉山里，到处是坑，一个坑掉进去10几个人，底下插木桩。血藤坑，什么时候遇上的？进山20多天后，赤袭在前面发现一片奇怪的林子。怎么奇怪？树长得密，缠满暗红色藤蔓。陈将军派了一队人拿火把想烧路，火一烧，藤蔓活了，他们缩回去避火，可等火把一过，又伸过来，缠住人的脚。100多个人，最后逃出来10几个，回来的时候浑身是血，皮都烂了，喊着疼吃人，喊着喊着就死了。血藤，动植物嵌合体。后来陈将军放火烧山，烧了好几天，烧出几10里空地，可毛鲁人早跑了。之后又走了10天，人死了1万多，剩下的也饿得走不动，粮草被劫，民夫逃跑，只能撤军。撤军的时候更惨，怎么？毛鲁人跟在后头追杀，走不动的全没了。等撤到山口，几万人，只剩不到1万。那些被抓住的人呢？被俘虏的有2万多。2万多，他们怎么处理？卖了。卖给谁？谁出得起价就卖给谁。朝廷、世家、商贩，北边的匈古族、流寇、山匪，还有东边的海捞客。走杀者，海捞客。恩公，走杀者和海捞客是对西边沙海与东边东海所有旅行商人的统称。关于他们的具体情况，妾身也不太清楚。妾身只知道他们很神秘，很受欢迎。这是为何？妾身猜测，可能是他们交易的商品很特殊，很受欢迎，而且数量有限。一般情况下都是先到先得，去晚了，哪怕有银子，也什么都换不到。物以稀为贵，倒是个做生意的好路子。除此之外，他们的信誉也好，几乎没有听说过他们毁约、强买强卖或者抢劫之类有损口碑的流言。嘘，恩公，怎么了？前面有埋伏。姨母，我什么都没看见啊。老二，说了让你做细致点，这不被看出来了吧？妈的，还以为能省点事儿，结果碰上个机灵的。机灵有个屁用，该死还得死。哟，还是个大美人儿，这身段一看就很润，这趟不亏呀。老大，这娘们穿的讲究，肯定是条肥羊，而且你看她那身段。几位，这是往哪儿去啊？这位好汉，妾身路过此地，若有惊扰之处，还望行个方便。行方便，老子最喜欢给人行方便了。妾身在云城有些根基，今日若是好汉肯放行，来日必有厚报。厚报？什么厚报？银子、粮食都好商量。老二，你怎么说？放他们过去也不是不行，财物留下，人嘛，这娘们留下。听见没？我这兄弟要求不高，你要是识相，咱们温柔点；要是不识相，之前也有人不识相，男的你也看到了，女的嘛就没那么好过了。大美人儿，你一看就是个聪明的，该怎么选，不用我们教你了吧？不过你放心，你要是听话，哥哥们保证不害你性命，还让你舒舒服服的喊好哥哥。要是不听话，恩公，您需要我们做什么，尽管吩咐。不用。走吧，这里的尸体刚好留给野兽们加餐，这群畜生不配入土。是恩公。这不是人，这是鬼神。吓到你了吗？
没有，恩公，我只是震惊，有些反应不过来，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恩公，妾身有些建议，斗胆一说，希望您能听一下。你说。妾身希望您在接下来能够尽量不要如此轻易地暴露您的实力。妾身没有怀疑您实力的想法，妾身只是觉得在这乱世藏拙或许对您更有益处。若是再遇到什么麻烦，妾身可以先出面解决，无论是文的还是武的，除非妾身实在是处理不了，那个时候您再略微出手也不迟。行。恩公虽嗜杀，但性格好，易相处。恩公，您收徒吗？不收。恩公，您的鞋脏了，我这里有干净的，您若不嫌弃。不用，我的鞋穿习惯了。是，多谢恩公。姨母，他们看起来快饿死了，怎么这么多？夫人，给口吃的吧，孩子快不行了，我给您当牛做马，您救救他，求求您了。饿了几天了？3天不4天了，能吃的都吃了，草根、树皮、皮带，实在没办法了。夫人，您行行好，救救我闺女。去车上拿干粮和水来。拿着，拿着，给孩子吃。爹，有救了，有救了！别给口吃的吧，我已经饿了3天了。退后，都退后！都不要吵！再去车上拿干粮和银钱，分给他们。东西不多，每人分一点，不要抢，抢的什么都没有。往北走30里，有几个军户屯田的村子，那里有地种，有粮吃。去了那里，或许能活下去。夫人，你这是做什么？夫人，小的求您一件事。什么事？求您把他带走，不然您刚才给了吃的，救了小的一命，小的这辈子忘不了。可是这狗日的乱世，小的带着他活不下去的。小的没本事，挣不来吃的，他跟着我，今天有口吃的，明天又没了。万一哪天我死了，爹，夫人，您是好心人，您把他带走吧，给口吃的。让他活着，以后哪怕是让他当贱婢，当什么都行，只要他能活下去，求您了。你叫什么？张老四。张老四，你愿不愿意来我府上做个打杂的？夫人，我府上缺个干粗活的，活儿不重，有口饭吃。你女儿也可以跟着，有人照顾。您是说？你干你的活儿，他养他的病，等好了跟着学点东西，将来再说。多谢夫人，多谢夫人，多谢夫人。行了，别磕了，起来吧。你女儿放到马车里去。夫人，这马车里暖和，她不能再吹风了。夫人，小的这条命以后就是您的。恩公，您觉得我这样做可有不妥？你觉得这乱世是谁造成的？妾身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不过恩公既然好奇，那妾身便说说自己的粗略剑法。在妾身看来，这乱世不是谁一个人造成的，而是一群人，一个大的群体。这里面有制度的原因，有社会的原因，有天灾的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利益的原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旦利益分配不均，这天下就会乱。他们为什么逃难？因为种出来的粮食被收走了，养出来的牲口被抢走了，活不下去了。北边匈古族为什么年年南下？因为他们缺粮贴铁，抢比换划算。毛鲁族为什么闹？因为他们想从山里出来，想要更好的地盘，更多的猎物。而朝廷这边，当官的要捞钱，当兵的每个人都想多拿一点，少出一点。拿的人多了，出的人少了，剩下的那波人就活不下去了。所以乱世的本质是分赃不均。恩公这话说得真透，妾身想了半天，不如您这4个字。这马屁拍的也太明显了吧？不过好爽，怪不得以前那些领导喜欢马屁精，这感觉是真不错。恩公，您这个表情
妾身从未见过，恩公真是个有趣的人。翻个白眼就有趣了，这人的笑点也太低了。快把马车往边上靠，让他们先过。这位夫人，末将冒昧，敢问可是从南边来的，去往云城？正是。这位将军有何见教？见教不敢，只是看夫人这一行人像是赶了很远的路，这一路不太平吧？是遇上了些麻烦。末将姓沈，单名一个烈字，北境军游击将军，此番也是往云州去。游击将军从三品，方才从南边过来，路上看见些乱象，死了不少人，横七竖八躺在官道上。这世道真是越来越不太平了。夫人这一路过来，想必也看见了，这一段路不太安生，不如同行如何？末将这200余骑兵护几个人进城，还是绰绰有余的。多谢将军好意，只是妾身一行人多，车马又慢，恐拖累将军行军。将军军务在身，不敢耽误。夫人说的限量，末将确实有些军务要赶。方才见夫人救济流民，是个善人，这年头善人不多了。夫人拿着这个，末将在云城还算有些薄面，若之后遇到什么事儿，可报末将的名字，或拿着这腰牌去云城东营，自有人通报。将军，这拿着吧，用不上最好，用上了，说不定能顶些用。夫人保重。末将有一事不明。说，将军，您方才对那个妇人为何那般客气，还给了腰牌？那个妇人确实有几分姿色，可咱们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将军您闭嘴！你跟了我几年了？3年。3年，3年了，你还是只会看脸。你以为我是在教好那个妇人？难道不是？哼，我是在向他身旁那位高手示好。高手？他身旁哪来什么高手？看人不是看他的衣服，是看他其他的东西。那支队伍里所有人都有伤，只有一个人身上干干净净，一点伤都没有。那个穿破麻衣的。而且那个妇人在说话的时候，目光会下意识往那人身上看，看他不是警惕，是征询，那种眼神装不出来。可是就算他没受伤，也不能说明他就是高手，也许他只是躲在后面没动手呢。你忘了我们过来时看见的那些尸体，那么多具无头尸，脖子切口整齐，一刀毙命，没有多余的伤口。能做到这种事的人，杀人的时候手一定很稳。那个穿破麻衣的年轻人，他的手就很稳，骑在马上一动不动。你再看他手里那把刀，你不觉得跟我们看到的那些尸体上的伤口很像同一把凶器？而且你看他的眼睛，他看我的时候，眼睛里没有任何情绪，就是平静。我在军中20年，见过不少人，能杀人的眼睛会发狠，杀过人的眼睛会发冷，可那个年轻人的眼睛不是冷，是空，就像他杀的不是人，是鸡，是鸭，是路边的野草。你觉得他是傻子吗？将军，既然您要向那高手示好，为何不直接跟他说几句话，或者也给他一块腰牌？你想想，他为什么穿得跟流民一样？那些护卫穿着统一的衣服，那个小公子穿着锦袍，那个妇人更是衣着讲究。只有他穿得破破烂烂，站在人群里，你第一眼根本不会看他。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在藏拙。这种人最忌讳被人当众点破。我若走过去，当着所有人的面对他说“阁下好身手”，他只会觉得我是个蠢货。那您对那个妇人示好，他就能明白。将军，您刚才说的这些都是看书看来的，不然呢？那我回去也看看。看吧，免得一辈子当匹夫，被人卖了还给人数钱。恩公，刚才那个沈将军不简单。他说自己是北境游击将军，这是个什么职位？品级高不高？据妾身所知，大宁境内游击将军从3品。从3品？大宁武官品级从高到低，大致是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都司、守备、陈操守、千武把总。游击将军排在参将之后，都司之前，算是中少级别的武将。这么说吧，恩公，
云城的守备是正五品，游击将军比守备高2级。他一个从3品武将，不可能对一个陌生妇人如此客气，还赠送腰牌。哦，他看似是在向妾身示好，其实是在对恩公示好。你怎么知道？他的眼睛，他看妾身的时候眼神客气，可他不经意看恩公的那几眼，那眼神不是看普通人的眼神，而且他观察了恩公手里的刀。站住！例行盘查。君爷辛苦。家里小辈病了，急着进城探病，不料路上遇到劫匪，遭遇了一番恶战，一路赶得急，没来得及收拾，还望君爷行个方便。进去吧，别在城里惹事儿。多谢君爷，多谢君爷。糖葫芦，又甜又酸的糖葫芦。新到的绸缎，一城之隔2个世界，城外的人朝不保夕，城里的人好像日子还挺有盼头。这里是妾身和夫君的院子，恩公请。东厢房紧挨着正房，恩公住内间，有事随时能照应。3年前那间土坯房，泥墙裂缝，屋顶漏雨，一张破草席就是全部家当。现在这屋子比我前世租的出租屋都讲究。前世加班到半夜，公司楼下便利店的卤杂煮，那个味道。那些日子从来没觉得有什么好，现在想起来。公子，夫人吩咐给公子量量尺寸，做2身衣裳。终于像个人了。力量66倍，速度32，隐身28倍。是呀，可这感知16倍，精神17倍，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不对，这不科学。透视，这玩意儿怎么关？今天的云真白。我不是变态，我不是偷窥狂，这是系统的锅。感知16倍的副作用，没人告诉我会这样啊！这是李记布庄，云城最大的，那是张记粮店，他家的米比别家便宜2文。那边是茶楼，说书的刘先生讲的最好，改日带恩公您来听听。这是云铁打的，比寻常铁硬得多，也重得多，一般人用不了。恩公试试。太轻了，跟拿根筷子似的。不错，就这个。这刀多少钱？恩公救了我的命，一把刀算什么？不能闭眼，一闭眼，那些画面就自动往外冒。白天那些全存在脑子里了。做数学题，从1+1开始算，1+1等于2，2+2等于4。不行，太简单了。问计算，对，来点有难度的。定积分的几何意义，负一特变换，拉姆道斯变换等等。这个猜想，如果从这个方向切入，取一个特殊值代入，好像能推。算了，先睡吧。恩公，您怎么不说话？这古代的裤子质量也不行啊！恩公，恩公，您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事？需要妾身帮忙吗？没事儿，可能是昨晚没睡好。真的？对了，你来找我可是有事？恩公，无需顾忌，有什么事儿直说。恩公，您能不能陪妾身去个地方？能。恩公，您不问去哪里，有没有危险？我现在是你的近身侍卫，我只需要负责保护你，其他的不该我过问。城外30里有个村子，有人给妾身来信，说知道妾前夫君死亡的真相。在此之前，妾身查了大半年，什么都没查到。朝廷公告说夫君是擅自行动，中了凶蛊人的埋伏。可妾前不信，他不是那样冒进的人。这半年，
妾身派人暗中调查，每次线索都断了，像是有人故意在掩盖什么。原本妾身都快放弃了，可前不久突然有人送来一封信，说知道真相，妾身不必多说，是真是假，去一看便知。从出城开始，就有3个人跟着，藏在官道2侧的林子里，保持着固定距离。地上的人停了，换成了天上的眼睛。那鸟的视线一直锁着马车，血腥味很浓，很新鲜，还有尸体腐烂的味道，不止1具，至少几10具。恩公，怎么了？没什么，走吧。恩公，快走，这是陷阱！女人漂亮，好，带走他们，杀了！鄙人高一头黄铜，面涂花纹，骨制武器。之前只听说过，这回算亲眼见了。同样是人，差别竟然这么大。前世那边无非就是肤色不一样，这谁倒好，快跨物种了。300余骑全速赶来，那鸟、这些胸骨人，还有那批正在赶来的黄雀，是一体的。胸骨人屠村，我们撞上，然后官兵恰好赶到，胸骨人被灭口，我们被当成屠村凶手，一石三鸟。以前小时候看电视剧，隔着屏幕拿里面的坏人没办法，只能气得牙痒痒。现在我在屏幕里了，我倒想看看这些坏人怎么逃出去。杀！这刀新买的，还没开荤。这刀不错。什么时候过去的？为什么完全没看到？击杀成功，乘24，目标属性扫描中。这胸骨人确实普遍要比大宁人强，力量平均值 1.9 至 2.1， 体质平均值 1.6 至 1.7。宿主是否执行掠夺？力量18，体质6，掠夺成功。当前属性：力量 100.9， 速度 32.8， 体质 38.4， 感知 16.3， 精神 17.4。爽，24个，加上之前的，快接近200了吧？就像前世打游戏，刚拿了个5杀，手还在抖，就已经在等下一波团战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压不住，我怕自己会转身把看见的活物全杀了。稳住，我是接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人，要坚持原则。该死，诱惑太多，刚压下去的火又要破功。拿下！屠村凶手一个不留，胆敢反抗，就地格杀！这位大人，妾身有话要说，我们不是凶手，这些胸骨人才是。我们刚到，他们就冲出来要杀人，我们只是自卫。自卫？20多个胸骨人被你们几个人杀成这样，你是欺我未曾亲眼所见，还是欺我无知？全都抓起来，那个胸骨人就地格杀！你们和那个大宁官是一伙的，这一切都是你们设计好的，你们让我好得很！你这个山村匹夫，仗着有点功夫，竟敢如此嚣张！真当本将军是那些被你残害的村民吗？随便一点手段就能震慑，任你屠杀！除了那个女人，全都杀干净，不要全尸！本想请大家吃个瓜，结果你们非要问我这瓜保熟不？
金明，你怎么了？金明，风外把总，刚才是不是没认出我？饶命！求您饶我一命！是我狗眼看人低，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我的错，我改。求您别杀我，我不想死。求您，我给您当狗，伺候您一辈子。您让我做什么都行。我上有老下有小，我娘80多了，我儿子才3岁。求您别杀我！不是我们要来的，是上面的命令，是上面派我们来的。我们只是听命行事。接下来，他们交给你了。我想他们应该有你想要知道的东西。把你们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我不对你们动刀，否则你们今晚走不出这个村子。带过来，带过来。谁让你们来的？一个大宁官，我不知道他是谁，从来没见过，都是中间人传话。他说这里有村子，可以随便杀，抢多少都归我们。杀完之后，在这里等一个女人，很漂亮的女人，把她抓住，活着交给她。事成之后还有好处。那个女人是我？应该是。他们说女人很漂亮，穿着讲究，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那个中间人长什么样？每次来都蒙着脸，看不清，但听口音是云城人。继续说，把你知道的全部说出来。是，我说，我与你们云城的官员一直都有联系，每次他们有见不得光的事情，都会联系我们动手。下次得买双耐跑的。恩公，对不起。恩公，妾身为了获取真相，趁您不在，狐假虎威，说了一些对您不敬的话。哦，什么话？说来听听。你叫什么？我问你叫什么？不说话。你以为你不说话，我就拿你没办法？我身边那个人，你之前已经见过了。他什么实力，你心中有数。不要以为你的靠山能保住你，或者你的家人。实话告诉你，我对他有大恩。他曾答应为我无偿做3件事。像他这样的人，重承诺，言必行，必果。若你不识时务，我就求他去查你的家人，你的祖籍，你的父母妻儿。你听好，届时我会让他把你的父母、你的妻儿、你的兄弟姐妹、你的7大姑8大姨、你的9族亲戚，连你祖坟里的每一根骨头都刨出来，挫骨扬灰，让你死后无颜见列祖列宗，让你成为家族的千古罪人，死了到下面都要被钉在耻辱柱上，日日夜夜受尽折磨。我说，我姓陈，云城守备府操守，是周同之、周明远的心腹。他让你来干什么？他让我带兵来，把凶骨人杀了，一个不留，然后把您带回去，关进大牢。其他人只要是活的，全杀了灭口。他为什么非要我活着？周同之他对您生的美丽，他虽然没明说，但我跟了他这么多年，看得明白。他设这个局，把您骗来，让凶骨人屠村，再让我们来剿灭，最后把您关进大牢。那牢里有他私设的暗室，专门用来……我夫君的死和他有没有关系？有。从头说，一个字都不许溜掉。周守备发现了周同之和凶骨人往来的证据，那些证据牵扯的不止周同之一个人，还有边军的几位实权人物，还有云城守备府一半将领。他们做的不只是通敌，还有杀民冒功、吃空饷、倒卖军械、私吞粮草。周守备查到了，还没来得及上报，就被设了局，假传军情，说凶骨人小股入侵，让周守备带兵去剿。
然后提前通知了胸骨人，设了埋伏。周守备全军覆没，死无全尸。有什么好生气的？你说的那些也不全是假的。恩公，那些人您打算怎么处理？放了吧。放了？答应了他们的，只要说出真相，就不对他们动刀。我说话算话。放人。活下来了，真的活下来了！别废话，接着跑，跑得越远越好，离这个鬼地方远离那个怪物。我说过不动刀的。200多倍力量，150多倍速度，140多倍体质，这身体不像人了，还得装人，不然怎么办？蹲山洞里生吃野味，见人就杀，最后被一群主角围殴，临死前喊一句“我命由我不由天”，太抽象了，还是做人好，有饭吃，有床睡，有人说话。最后那7个石头穿胸，一个个倒下。我说过不动刀，没动刀，没违约吧？这玩法有意思，石头树枝树叶，刀用来吓人。恩公，非常感谢您最近几日对妾身的关照和保护，妾身感激不尽。晚些等子君他们赶上来，我就把报酬结给您，马车也好，其他东西也好，您要什么，妾身就给什么，然后就此分道扬镳吧。恩公，您想不想知道我跟我夫君的故事，还有我这次来云城的真实目的？你若不介意，那便说来听听吧。我嫁给他那年18岁，他是云城的守备，来明城公干，在沈家做客。我躲在屏风后面偷看他，被他发现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笑了笑。那时候我想，这个人真好。成亲12年，他大多数时候都对我挺好，每年都会抽时间回云城那个院子陪我，偶尔写信，信不长，但每封我都留着。1年前，他最后一次回来，走的时候说，这次去边关可能要久一点，让我在家等他。最后，等来的却是朝廷的通知。朝廷说他急功近利，擅自行动，中了胸骨人的埋伏，战死了。他这个人，我了解，谨慎周全，从不冒进。说他急功近利，擅自行动，我第一反应就是他的死有问题，所以我假装回了迷城，暗中开始查。查了大半年，派了3波人出去。第1波失踪，第2波死在路上，第3波逃回来2个人，说根本查不到，每次有点线索就断了，像有人故意在拦着。我告诉他，我觉得我夫君的死有问题，我把原因都写了，求他帮我暗中调查。他回信了，信里说让我放心，他一定帮我查个水落石出。他说他是我最大的靠山，他就是那个设局害死我夫君的之一。我写的每一封信，他都看了，我查到的每一条线索，他都知道。我在明处，他在暗处，我查什么他就拦什么。我以为是敌人太狡猾，实际上是我太天真，我竟然求凶手帮我查凶手。你既然叫他叔父，他又姓周，那说明他与你夫君的父亲是兄弟，这等亲密关系，他为何要害你夫君？他勾结胸骨人，倒卖军械，私吞粮草，杀民冒功，吃空饷。我夫君查到了证据，还没来得及上报，就被他发现了。于是他假传军情，说胸骨人小股入侵，让我夫君带兵去剿。胸骨人提前得到了通知，设了埋伏，最后全军覆没，一个都没回来。你知道最可笑的是什么吗？他觊觎我，他是我叔父啊，他竟然觊觎我！他设那个局不只是要灭口，还要把我抓回去，灌进他私设的暗室，满足他的兽欲。这剧情熟悉，变态长辈哪个世界都有。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我一个寡妇能做什么？告到京城，京城离这里2000多里，
我连城门都进不去。就算进去了，那些人会让我活着见到陛下。就算见到陛下，又能怎样？那些人位高权重，一句话就能让我满门抄斩。我娘家沈家在明城算是大户，可那是做生意的人家，能和手握兵权的边军硬碰硬。无论我去赴约，还是让子君回去收拾细软，带着下人们连夜逃离，这些全都有迹可循。他们只要把线索联系起来，我有100张嘴也说不清。从我决定去查真相那一刻起，我就已经步入了一个死局。恩公，您知道吗？其实我不怕死，这世道我见过太多死人了。可是我不忍心让娘家被牵连进来啊。我父亲今年60多了，兄长有3个孩子，小妹还未出嫁，他们什么都不知道。这天底下从来没有什么公道，盛世尚且如此，这乱世更不用说了。冤死一个人，死一家人，都是常事。我夫君被设计害死，我认了，至少我娘家还在。可现在，因为我的鲁莽，我娘家可能也要保不住了。他们都会因为我而枉死啊！恩公，您说我是不是错了？是不是很没用？我问你几个问题，你查你夫君的死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不信他是那种冒进的人，更不信他会死得那么草率。那你查到的真相证明你的怀疑是对的吗？对。你派人去查，不断受阻，可你还是继续查，是因为什么？因为那是人命，不能白死。无论是我的夫君，还是那些帮我查案的人。你写信给你叔父，是出于什么？我以为他是亲人，会帮我。那不是以为，那是事实。他就是你叔父，是你亲人，你信任他，这种亲情的本能没有错。错的是他那扭曲的灵魂，以及对叔侄关系的亵渎。你刚才说边军有权，守备府有事，这些东西你从一开始就知道，对吗？那你还是来了。你知道有危险，知道可能查不到，知道就算查到了也斗不过他们，可你还是来了，因为那是你夫君。这不是没用，这是有胆。你刚才说你不怕死，但怕连累娘家。你哭不是因为自己，是因为他们。这世道，多少儿死的时候想的都是自己，而你感觉自己快死的时候想的却是别人。这不是没用，这是有心。你问我是不是错了，那我告诉你，你没错。你夫君该死吗？不该。你查他死因有错吗？没有。那些凶骨人该死吗？该。你叔父该死吗？该。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该做的。如果说真的有错，那错的也不是你，是这个世界。你刚才说这世道冤死一个人是常事，对，因为世道烂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不是安慰你，只是实话实说。我见过太多的人和悲剧，有的为了活命卖儿卖女，有的为了几口吃的杀人放火。你呢？你活到现在，有剑法，有良心，有脑子，哪怕身处困境，前方生机明茫，依旧没有乱了方寸。意识到那是陷阱后，知道及时离开云城，还不忘嘱咐子君带走下人。你问我你是不是没用？那我告诉你，你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有用的女人，没有之一。最有用，没有之一。婉君，你若是男儿身，肯定比你大哥他们还有用。到了夫家要贤惠，别让人说我们沈家女儿没用。娘子持家有用，我很放心。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说过我，不是贤惠，不是持家，而是有用，最有用，没有之一。恩公，您刚才那些话
是谁教您的？没人教。不可能，您说话的方式和我见过的所有人都不一样，就好像您不是这个世上的人。我人都在这里，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能是哪个世界的？不管您是哪儿的人，我都无比感激您。不用这样。恩公，您刚才说我是在这烂世道里还能想着别人的人，那恩公您呢？您在这烂世道里杀人那么厉害，可您对我、对护卫、对张老四，您也在想着别人。我是因为你对我好，所以才有此疾罢。你对我好，所以我对你好，这就是我与人交往的基本原则。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恩公，您那个最有用，能再说一遍吗？你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有用的女人，没有之一。去找你的伴儿。20年了，从没见过这样。大半夜的，什么事？大人死了，都死了！说清楚。那个村子全是火，全是尸体，柴堆上堆满了人，还在烧，都是咱们的兵。大人，我亲眼看见的。还有谁看见了？没有，就我一个人去的。进来说。大人，出事了！陈守带出去的300余精锐全死了。全死了？是，有人在烧尸体。好几个柴堆堆得满当，烧得只剩白骨。现场除了我们的人，还有村民和凶骨人的尸体。凶骨人？那地方怎么会有凶骨人？陈城守又怎么会突然带兵去那里？目前不明。查！天亮之前，我要知道前因后果，谁下的令，为什么去，怎么死的，一个都不许漏。是。这里面有鬼，而且是很大的鬼。300多人全死了。是，守备府已经炸了锅，守备大人连夜派人去查。陈操守带兵出去，谁下的令？不知道，军令没经过守备大人府，是私下调的。私自调兵，300多精锐。去查陈操守昨夜跟谁接触过，查他近来去过什么地方，受过谁的好处。还有，尸体上的伤口要仔细验。每一处都不许放过。是。私自调兵，300多人阵亡，凶骨人出现，这要是查出来是谁干的，那可是大罪。查到了吗？回大人，查到了一些。昨夜陈自朝带兵出城，没有经过守备府的调令，是私下调动。据城门守将回忆，陈自朝出事的事是什么？是周同时的手令。周同之是。手令上说，有情报显示小谷凶骨人潜入附近，命陈长守立刻带兵剿灭。那凶骨人呢？确实有，通过尸体辨认，确实死了20多个凶骨人。20多个凶骨人杀了我320多精锐。周同志现在在哪儿？在同知府，一早没出来过。大人，此事牵涉周同志私自调兵，300多人阵亡。是否要请周同志过来一趟？有些事当面问清楚。周大人，守备大人有请。尸体处理了吗？正在处理。守备大人，周大人，昨夜陈枪手带兵出城，用的是你的手令。是。为何私自调兵？昨夜下官收到情报，有小谷凶骨人潜入，在那村子附近活动，情况紧急，来不及走正式调令，便让陈志守先行带兵前去剿灭。什么情报？谁送来的？是下官安插在寒云关那边的探子，通过吉英传书送回。那探子现在何处？他发现凶骨人后，没有第一时间上报，而是为了更精确的查探踪迹，擅自跟了上去，最后被凶骨人发现，杀了。他临死此前，貌似用血布传回了消息，
正因这血布，下官情急之下才调动了陈寿，想着能赶得及，结果还是晚了一步，村子被凶骨人屠了。周大人，20几个凶骨人杀我云城300多精锐，你觉得合理吗？这问题我也很想知道答案。按理说，20多个凶骨人就算再能打，也不可能杀300多精锐，除非什么？我也不清楚。或许是凶骨人只是死了20几个，而不是只有20几个。又或许是陈操手中了埋伏。我只知道我接到情报，派兵去剿，后面发生了什么，我确实不知道。周大人私自调兵，按律当罚，下官知罪，愿领责罚。但事出有因，涉及凶骨人情有可原，罚俸1年，以儆效尤。谢守备大人。今日到此为止，本官会如实上报朝廷，后续如何，静待查实再做定夺。都散了吧。60多个人，平均属性按1算，就是60多顶。要是跑了，跟丢钱有什么区别？停！发了，这回真发了！老大，你看那马车的木头和轮子，一看就是大户人家，里面肯定有货。诸位好案，我等路过此地，若有惊扰之处，还望行个方便。行方便，行啊！把马车留下，人滚蛋，老子就给你们行个方便。好汉，你若非要得寸进尺，那就别怪我等不客气了。兄弟们听见没有？这小公子说要对我们不客气。小崽子，给你脸不要脸！兄弟们，上！先把这不知死活的剁了！准备战斗！啊，恩公，赶路要紧，你们砍人的速度太慢。路中间的尸体清砍，继续出发。听见没有？清路！你能不能稳重点？我稳不住啊，腿软。你没看见刚才那场面？看见了。那你腿怎么不软？软有什么用？恩公让清路，你敢不清？你说，恩公到底是什么人啊？估计是那些说书先生口中的神仙人物吧。那咱们刚才站那么近，不会有事儿吧？我听老人说，神仙打架，凡人遭殃。你闭嘴！我就是担心，你再不闭嘴，我现在就让你遭殃！你怎么不怕？怕什么？刚才那个场面，恩公杀的又不是我，我怕什么？其实吧，我觉得挺好的。好什么？有恩公在，以后走夜路再也不怕了。这倒是。哎，你说恩公会不会收徒弟啊？你想什么呢？我就是想嘛，万一呢？我年轻，身体好，还能干活。恩公缺你干活？那我要是女子呢？我承认你长得挺俊俏的，可惜你终究是男儿身。而且恩公那样的非凡人物，哪是你我能惦记的？出发。又睡不着。怎么了？恩公，我能跟您说说话吗？妾身以前睡不着的时候，娘亲也会问我怎么了，我就说没什么，就是睡不着。她就会把我揽过去，说那我陪你躺着。他是在暗示我该怎么做，把他冷过来。如果会错意，就尬住了。后来他去世了，我睡不着的时候就一个人坐着，坐着
天就亮了。今天不一样，有恩公在，我坐在这里，忽然不那么难受了。刚才大概率没会左意，但时机过了，再伸手就太奇怪了。恩公，您知道吗？有时候我觉得您真的不像这个世上的人。您看事情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杀人也好，救人也好，都很平静，好像这世上没什么能让您慌的。这几日，我其实一直在观察您。恩公，您杀人的时候很快，很利索，从不多砍一刀，也不少砍一刀，总能让敌人死得刚好。我第一次见您杀那些溃兵的时候，我以为您是冷血的，杀人不眨眼，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可后来我发现我错了，您对那些护卫，对那些流民是不一样的。您给他们吃的，您让他们活下来，您不看他们的身份、背景，您只是单纯的把他们当是人。这世道，我见过太多人了。有些人嘴上说着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有些人当着我的面笑脸相迎，转头就想着怎么把我卖个好价钱；有些人手里有权，眼里只有钱和女人；有些人手里有刀，杀起人来比杀鸡还随意。我叔父是那样的人，那些与他同流合污的云城高层也是那样的人，甚至京城那些手握大权、一言决定无数人生死的也是那样的人。可恩公您不一样，您杀坏人比谁都狠，可您对那些可怜的流民比谁都好。您虽然不说，但我知道。恩公，您知道吗？在这个世道，大多数人是把人命当数目的，死100个、死1000个、死10000个，对他们来说只是奏报上的一个数目。可对恩公您来说，并非如此。那些匪徒冲过来的时候，您出手是因为怕护卫受伤；小花快饿死的时候，您眼神中有怜悯。若当时妾身不答应，您肯定也会收留他。那些流民跪着求食的时候，您什么都没说，但您一直看着他们，无言，却已经表明了您的态度。您的刀有多锋利，您对寻常百姓的关爱就有多深。我杀人只是为了掠夺属性，救人只是本能。恩公，您是不是觉得我在夸赞您？是。对，我就是在夸赞您。恩公，我是认真的。妾身活了32年，见过的人数不复胜数。有些人我见第一面就知道他是什么人，有些人相处10年也看不透。可恩公您，妾身看不透，但感觉得到，您身上有一种东西，是妾身在别人身上从来没感受过的。是什么？许是惜命，又或是求个周全。与您相处，无论何时皆觉心安。有您在，无论何处，妾身便无所畏惧。溃兵也好，朝廷也罢，都不足为惧。这话耳熟，现在楼塔太晚了。恩公，您是否在想，妾身这话莫不是在暗示您什么？您放心，妾身不会缠着您的。什么意思？恩公，您知道我为什么告诉您这些吗？我的腰软不软？软就对了。您的心其实也这么软。谢您恩公，每次跟您攀谈，妾身都很欢喜。妾身先回去了，您早点休息。我去，我是不是被调戏了？他这是在报答我吗？完了，真睡不着了。那个老邓凭什么觊觎？这下我不得不砍死你了。300级，速度快，是神力。周娘子，沈某冒昧，可否出来一叙？沈将军，一大早带兵前来，不知有何见教？周娘子见谅，沈某奉命行事，不得不来。若有惊扰之处，还望海涵。奉命？谁的命？来做什么？守备府有令，请周娘子回去协助调查。虞山村一事牵扯太大，总要有个说法。
沈将军，你这是在请我？是，沈某再请周娘子。这位公子又见面了，当真是有缘啊！沈将军，客气。不客气不行啊。沈某虽然奉命行事，但也知道有些事并非非黑即白。公子，周娘子，沈某今日来只是走个过场，但若两位不愿去，沈某也不会强求。沈将军，你这话……周娘子不必多想，沈某只是觉得这件事疑点太多。那个村子为什么会被屠？陈昌守为什么会带人出现在那里？还那么巧合？周同之的手令到底是怎么回事？凶骨人怎么会死在现场？这些都没查清楚，急着抓人，没意思。公子觉得呢？两位放心，沈某回去就说追错了方向，没追到，两位保重。恩公，他聪明人。将军，末将有一事不明。说。咱们就这么撤了？这趟差就这么作罢？对方区10数人，哪怕那个年轻人真是高手，咱们300多人，硬取也能拿下吧？哼，硬拿？对啊，咱们人多，全副武装，有弓弩。陈操守那300精锐，比咱们如何？单论战斗力，肯定比不上咱。但若是生死厮杀，咱肯定也会有所死伤。那你知道他们怎么死的吗？我亲自去过现场，那些尸体烧了很多，但也有没烧的。没烧的尸体，我怎么不知道？上面不是说尸体全部被焚毁了吗？不那么说，他们怎么隐瞒那些要紧的消息？实话告诉你，陈经柔的尸体，还有几个师长、武长的，以及一个凶骨人的，都没烧，甚至不在那个村庄里。陈操的尸体也没烧，不仅没烧，而且死状极其诡异。怎么个诡异法？被石头洞穿身体，瞬间暴毙。石头？对，胸膛上拳头大的洞，径直贯穿。其他几个人，有的脑袋没了半边，有的全身骨头碎了。仵作验不出来，说从没见过那种伤势，非人力可为。他们觉得是敌人故意伪造的现场，想迷惑我们。然而我不那么看，因为现场不仅发现了尸体，还发现了凶器，一切都能对上。就算不想承认，也不得不承认，或许真有人用石头隔空击穿了陈教祖他们的身体，一击毙命。将军，您是说……我什么都没说。有些东西，你也最好烂在肚子里。我只是想告诉你一种情形：倘若那个村子青壮被故意调走了，凶骨人趁机屠村，某位高手发现了这一切，一怒之下屠了凶骨人，然后陈胜长率军赶到，想将那位高手拿下，把屠村凶骨人入境的事全栽赃到对方头上。结果那位高手反击，把陈胜长他们全杀了。再然后，咱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求助去缉拿那位高手，高手不肯听从。你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将军，您是不是知道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我能猜。将军的意思是，
咱们猜到了，但不点破。云城那些官是什么货色，你我都清楚。这些年边关打成这样，他们功劳不小。想拿我做刀，可以，削个木头，劈个柴，职责所在，我没话说。但是想让我去送死，别说他们几个，就算是上面的，我也得考虑考虑怎么先下手为强。将军，你记住，我们当武将的可以不懂阴谋诡计，但必须有眼光，识时务，且得懂怎么杀人。边境局势恶化的快，匈古人今年肯定大举南下，朝廷那些大人物还在忙着内斗，吃空饷，倒卖军械。等匈古族打过来，他们第一个跑，咱们呢，往哪儿跑？所以我说，早晚得另做打算。你是我一手扶持起来的心腹，必须提前适应一下。将军，我明白了。那咱们回去怎么说？就说追错了方向。追错了？对，追错了。山高路远，雾大天黑，追差了道，很正常。将军，您这借口未免太过敷衍。敷衍？是他们先糊弄我们的。陈重守的尸体藏着不报，匈古人的伤口瞒着不说，周通金使那些破事捂得严严实实。他们拿我当刀使的时候，怎么不想自己敷不敷衍？哼，若不是守备府上报了虞山村案，上面有令让我协调相助，你看我理不理他们？将军英明，追错了，就是追错了。走吧。沈将军，这么巧，原来是赵将军，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沈将军，听说你奉命缉拿要犯，人呢？追错了方向，没追到，正打算回去复命。哼，追错了，沈将军，你在跟我开玩笑？山高路远，雾大天黑，追差了道。很正常。沈将军，你知道那是什么案子吗？整个村子被屠，300余名精锐阵亡，匈古人死在我境内，周同之等人涉案其中。这么大的事，你跟我说追错了？哼，朝廷已经知道这件事了，清吏司和刑部的人也已经在路上了。你一句追错了，就想糊弄过去？沈将军，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以你的身份，云城那些官你看不上，但有些事儿还轮不到你来做主。你奉命缉拿，就得把人带回去，带不回去就是失职，失职的后果你应该清楚。赵将军，我只是追错了方向，失职我可不认。再者，我是游击将军，守备府无权直接调遣，之前配合是看在同僚情分上。赵将军若要扣帽子，还请先查清楚，我到底听谁的令，受谁的辖。既然沈将军找不到路，那就让开吧。我倒要看看，那周沈氏是否真有3头6臂，能让一个堂堂游击将军走错路。出发！跟上！将军，咱们不是要回去复命吗？怎么又……别多问。吩咐下去，除我之外，所有人只许看戏，不许多嘴，不许动手，更不许有任何挑衅行为，眼神都不许有。若有违者，军法处置。你不是一直很好奇我之前的猜测有几成可靠性吗？以赵风行那个性格，不久后你就可以亲眼见证了。哼，他以为他是捡了个大便宜，其实是要跌个大跟头。明白，末将这就去传达。250倍力量，一拳下去，12到25吨的冲击力，
一头成年象全力踩踏也不过如此。之前那些被石头击穿的尸体，说实话，那还是没控制好力道的结果。170倍速度，1700米每秒，音速的5倍，比步枪子弹还快1倍。我全力跑起来的时候，地面会被踩出坑，空气会炸出音爆。之前属性暴涨的时候，满脑子杀，差点没帮助，幸好有9年义务教育顶着。800多起，领头那个心跳沉稳有力，气息阴冷，后面跟着的是沈烈。哼，好像来了个霸总，真不错。所有人听好了，放下武器，原地跪下，不得反抗。周审事，出来领罪。妾身在此，这位将军有何贵干？哼，有何贵干？周审事，你屠戮村庄，勾结凶骨人，致使陈强手和320余名精锐战亡，罪大恶极，还敢问我有何贵干？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将军若有证据，妾身无话可说；若无证据，证据。拿下，跑起来！且慢，沈烈，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就算要抓人，也要给人说话的机会。此案尚未定论，周审事只是嫌疑人，还不是犯人。将军当众拿人，总要给个说法。说法？沈烈，你也配教我做事？不敢，同为将军，我只是履行职责而已。你追丢了人，故意说走错了路，我不追究，因为我知道你在敷衍什么。现在我要拿人，你跳出来拦着，什么意思？你是想造反吗？让开！沈烈，我最后说一次，给我让开！好，很好。拿下！一起给我拿下！放肆！谁敢动将军？沈烈，你以为你拦得住我？就是这个味儿，够冲。我拦不拦得住你先不论，我就问你一句：今日拿人，来日若查出对方是冤枉的，你当如何交代？冤枉！几十个被屠戮的村民，320条将士性命，20几具凶骨人的尸体。他先是出现在现场，之后又半夜逃跑。你跟我说他冤枉？这些都只是表象，抓人定罪要讲究实实在在的证据。证据？那些马车里肯定装的都是从云城周家搬出来的财物。他若不是做贼心虚，为何连夜逃跑，还把家产都搬空？沈烈，你现在还觉得他冤枉吗？这些金银财宝能够证明什么？与你口中的那些东西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这么明显你还看不出来吗？他为了钱财，暗中与凶骨人勾结，周家那些家产就是他通敌卖国的赃款。陈畅手率兵前往，刚好戳破他与凶骨人的阴谋。他狗急跳墙，联合凶骨人杀了陈畅手等人。杀了人还不够，还要屠村灭口。之后怕暴露，连夜逃跑，把赃款全部带走。沈烈，你现在告诉我，他若不是做贼心虚，为何要跑？赵风行，这一切都只是你的猜测，你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证明周娘子勾结凶骨人。没有证据？他出现在那个村子附近，算不算证据？他半夜逃离云城，算不算证据？他带着全部家产跑路，算不算证据？那些凶骨人死在现场，他活着出来，算不算证据？这些都是巧合。陈操守为何会出现在那个村子？他带兵出城，用的是谁的手令？这些你都查过吗？赵风行，你不会告诉我，你不知道他是奉了周同志的命吧？谁告诉你的？用得着谁告诉吗？周同志的手令，守备匪已经查实，众人皆知。你若是知道陈长守奉的是周同志的手令，却故意避而不谈，一味将所有矛头指向周娘子，如此行径，我倒要想问是何关系？这样做又是何居心？沈烈今天太反常了，
不能让他把我和周明远绑在一起。周同之的手令，周同之是什么人？是他的叔父。他叔父的手令让他的人去那个村子，这不是里应外合是什么？陈正守奉命前往，撞破了他们的勾当，所以才被灭口。周同之为什么要给他手令？因为他们是同谋。这个逻辑把周同之的手令反过来变成里应外合的证据，太毒了。赵风行，周同之还在云州，他若是同谋，为何不跑？你既然如此笃定他与周娘子里应外合，又为何不拿？跑，他若跑了，岂不是不打自招？至于为何不拿，这不是明摆着吗？他是同知，位高权重，没有铁证，谁敢动他？沈烈，你这么护着周沈氏，该不会是收了他什么好处吧？还是说你跟他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赵风行，你说话要有证据，你还好意思问我要证据？你追错了方向，我不追究，任你离去。我亲自来抓，你不仅跟上来，还拦着不让，这不是证据。所有人听令，周沈氏勾结凶贾人，屠戮村民，杀害朝廷命官，罪大恶极。本将军奉命将其缉拿归案，若有阻拦者，格杀勿论。挺热闹。恩公既出，姨母无忧矣。没事了，恩公出来了。闺女别怕，恩公出来了。这位将军，你知不知道，你口中那个陈器手，其实是周同氏的心腹？这年轻人，谁？这种事是能随便当众说的？如果你那么肯定周娘子有罪，且你之前说了他们是同谋，那按照轻重缓急，他叔父周同止是不是更应该先定罪？嫌疑最大的那个没抓，你跑来抓一个妇人，也不知道害臊。你是什么东西，敢这么跟本将军说话？你说他勾结凶贾人，那凶贾人为什么也死了？你说他屠村灭口，他跟那村子的人素不相识，也无恩怨，有何动机？再者，他一个妇道人家，哪怕会些武艺，也不可能以一敌十。且人非家畜，打不过，知道逃吗？最后你说他半夜逃跑，那他为什么不往北跑，不往东跑，不往西跑，偏偏往南跑？往南是他娘家，你见过哪个犯人往自己娘家跑？赵将军，你是不是觉得没有证据，仅凭听起来有理的推测就可以随便抓人？亦或者说，凭你这身衣服和官威，哪怕所有人都知道你是在乱来，也不敢有人站出来揭穿你。到时候把人抓了，各种刑具一上，是非黑白还不是由你说了算？现在最大的嫌疑人是谁？是你口中那个给了手令的周同之。他私自调兵，他让陈情守去那个村子，他和凶贾人有没有勾结？他这些年吃空养倒卖军械的事儿查没查？这些你都不问，你跑来抓一个寡妇。将军就是这样当的，柿子专挑软的捏。你懂什么？本将军之前说过了，周同之位高权重，若无确凿证据，岂能轻动？哦，位高权重就不能动，一个寡妇无依无靠，所以就能随便动。赵将军，你在这里一副大义凛然、法不容情、公正无私的样子，看起来确实很卖力。但我问你，假若有一天查实了周同之，甚至你的上司勾结凶贾人出卖大宁王朝，你敢不抓他们？你敢不敢对着他们也像刚才那样说话？敢吗？玉山村案牵扯太广，这小子若真有铁证，证明这女子无辜，被人拿来做文章，连累贵妃那边，偷鸡不成蚀把米。不敢，你不敢。你行了，别装了。你抓他不就是因为他好欺负吗？你不敢动那些真正有权的，不敢动那些真正有势的，就来抓一个死了丈夫的寡妇，显得自己多么尽职尽责。你很聪明，但你的聪明没用对地方。你很有勇气，但你的勇气只会在面对弱者时出现。这种感觉，动手我会死。这位公子，你对本将军很不敬，按理砍了你也不过分。不过，本将军并非是非不分、仗势欺弱之人。本将军仔细想了想，你刚才说的那些话，也并非毫无道理。比起这个随时都可以抓的寡妇，确实应该先去彻查周同之他们。所谓上梁不正下梁阳，解决问题应该先从源头解决。
是本将军破案心切，乱了心神，搞错了方向。撤！将军跑了！撤！快撤！不是，这家伙不会有什么奇怪的第六感吧？这500人的属性点我都分配好了，若他真有第六感，那他精神属性岂不是很高？那我岂不是错过了一个机缘？早知道跟他废什么话，直接动手多好。亏了，血亏。换个角度想，至少我没有为了力量而完全迷失自己，保持了起码的理智与克制。果然，邪修之路，任重而道远啊。那个公子，人跑了。我知道。公子果然神威，不战而屈人之兵。跟我没关系，他自己跑的。那将军跑了，我只眨了一下眼，他背影都快看不到了。那架势，我还以为要打起来呢。恩公往那儿一站，谁还敢动手？古怪，之前挺跋扈，不把人放在眼里，怎么突然就怂了？估摸着他祖奶在阴间给他支了招。恩公，您方才那副样子怪好笑的。什么样子？就这个。按理说，那个赵将军的剧本不应该是这样的，他都拔刀了，最后怎么突然就怂了？还得那么彻底？难道我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有了某种强者霸气？恩公，谢谢您。谢我什么？谢您愿意为了妾身，不小心放跑了一个该挨刀的人。此话怎讲？恩公，你我虽相识不过数日，但我对您的了解不逊于相交数载故人。恩公，您若为了替妾身证明不被诬陷，根本无需当众去辩驳，跟对方讲道理，甚至还容忍对方拔刀。以您的性格，早在对方玩弄那套说辞之际，就已经砍下对方的脑袋了。他靠这么近干什么？冷静，兄弟，冷静。外面人多，这马车不隔音。恩公，您为我做的实在太多了，妾身无以回报。好险，异世界的初吻差点没保住。现在终于理解孟德兄的难处了。这种考验，谁经得住？将军，您跑什么？闭嘴！你还记得虞山村那些尸体吗？记得。陈侧手胸口那个洞，拳头大。仵作说不是刀剑伤，不是钝器伤，像是被什么东西从远处击穿的。是，当时说可能是石头。石头，对，石头。你想，石头要隔空击穿一个人的胸膛，扔石头的那个人得是什么力量，什么速度？还有那些师长武长，有的脑袋没了半边，有的骨头全碎了。20多个胸骨人全死在村里，骨头上的切口跟那些士兵身上的伤一模一样。将军的意思是，如果这些事是一个人干的呢？一个人杀20多个胸骨人，再杀320个精锐，那还是人吗？刚才那个青袍年轻人出来的时候，你注意到没有？那些人的神色。那个寡妇，那些护卫，好像是松了口气。对，松了口气。你想，什么样的人能让被数百精军团围住的一群人忽然松了口气？只有一种可能，那个人能救他们。能救他们，就意味着他有把握对付我们500人。能对付我们500人的人，有没有可能也被陈京烧他们遇到了？所以才有了虞山村惨案。我刚才离他不到3步，以他那速度和力量，杀我跟捏死一只蚂蚁没区别。还有那狗日的沈烈，他肯定早就猜到了。沈将军，他当时在现场查尸的时候，问仵作那些问题，一个人能不能做到？他那时候就在怀疑了，怪不得他明明跟周沈氏没关系，却敷衍守备，谎称走错路，也不抓人。那狗东西看见我来了，猜到我要抓人，故意站出来演戏拖时间，故意激怒我。他是想让我先拔刀，然后被那个怪物砍死，他好在旁边看戏，还能拿我的尸体回去交差邀功。这也太毒了吧！但他没算到老子跑了，他那个计策反而救了老子一命。若不是他站出来演戏拖延，老子当时就直接拔刀了，根本不会试图讲理。天不亡我！沈烈那狗东西想害我，结果成全了我。你记住，今天的事烂在肚子里，不许告诉任何人。是，以后跟那个周沈氏有关的事儿，咱们不碰。不碰？对，不碰。推不掉就跑，跑不掉就装死，反正不要去接触他。
是将军。对了，沈烈回来以后，告诉他，老子要请他喝酒。您不是跟他不对付吗？不对付归不对付，酒还是可以喝的。什么人？青丽司千户苏沫，请周娘子现身一见。几位大人深夜来访，不知有何贵干？周娘子，在下苏沫，青丽司千户，冒昧打扰，想与娘子单独一谈。请。周娘子，你可知道你现在的处境？虞山村的事已经开始发酵了，一村几十口被杀，300多名边军精锐阵亡，20个胸骨人死在村口，这么大的事，总要有人负责。你猜，现在谁是最合适的替罪羊？你叔父周明远虽然嫌疑最大，但他毕竟是同知，是朝廷命官，没有确凿证据动不了他，而且他把自己摘得很干净。但你不一样，你是寡妇，是商贾家的女子。你在查你夫君的案子，你出现在那个村子附近，你半夜离开云城，你带着家产跑路，所有的巧合都指向你。所以青丽司是来抓我的。抓你没必要，你现在已经是瓮中之鳖了，想跑都跑不掉。你往南走，是想回梅城娘家吧？那我告诉你，梅城那边已经收到文书了，官府的人正在等着你回去，你娘家也早就被监视起来了。你现在无论往哪儿走都走不掉，回去是下狱，不回去是畏罪潜逃，躲起来。天下之大，你能躲到哪里去？就算你躲了，你娘家人怎么办？苏千户不辞劳苦深夜追来，想必不是为了说这些你我早就心知肚明的话吧？跟聪明人说话就是不一样。本官连夜追来，不是为你，而是为另一个人。那个人本官不认识，但猜测他一定在你身边。毕竟，若是没有他在，沈烈和赵风祥2个从3品的游击将军不可能空手而归。虞山村的那些尸体，本官仔细检查过，全是一刀毙命，死亡时间接近，近到让仵作都不敢相信。还有陈作这种胸口那个洞，能掘到石头尸的人，无论是当今江湖上那些声名显赫的高手，还是神策营里的人，都远达不到。如此人物，本官想见他，还请周娘子引荐。找我？青丽司千户苏沫，见过阁下。你知道我？不知道，但我猜测，虞山村除了枉死的村民，其余所有尸体应该都是阁下的手表。那些伤口干净利落，一击毙命，绝非寻常江湖草莽所为。阁下可知，虞山村一案涉及320多名精锐阵亡，20余名胸骨人暴毙，陈次少死于非命。此等大案，朝廷震怒，青丽司和刑部都已经全面介入，布下天罗地网。今夜苏某就是为此案而来。然后呢？阁下可知你们现在是什么处境？不知道。听说阁下刀术超群，苏某不才，想讨教一番，不知可否？若是阁下能够胜我，我就告诉阁下一个可以保住周娘子的方法。怎么比？那里，你我2人直接比武，武器率先掉落者输，一局定胜负。请，阁下先请。姨母，恩公他连刀都没拔，这能行吗？那可是青丽司的千户啊！闭嘴，看着就行。阁下，请。什么声音？我的刀身没了。这不可能，这是青丽司特制的百狼钢刀，他什么时候出的手？用什么出的手？我居然什么都没看到。老大的刀断了，他动了吗？谁看见他动了？只要我稍有异动，引起他一丝误会，今晚我们所有人都要交代在这里。阁下，苏某输了，输得心服口服。阁下神迹，苏某平生未见。苏某今夜前来，其实是想请阁下加入青丽司。之前那些话都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试探，若有冒犯，苏某在此赔罪，望阁下海涵。你还没说怎么保他？青丽司直属陛下，不归任何衙门管辖。只要阁下加入，周娘子可以安排到青丽司别院，绝对安全。任何人想动她和她家人，都得先过青丽司这一关。加入青丽司可以，但我有条件。阁下请说。查案、出任务什么的，我可以配合你们，但我杀人
你们别管。那是自然，青丽丝本就是杀人的地方。你没听懂？我说的是，我杀什么人你们别管。我这人脾气不是很好，许多时候眼里容不得沙子，残害百姓的、滥杀无辜的、鱼肉乡里的，不管是谁，被我遇到，有证据我要杀，没有证据我也要杀。阁下，您这要求苏某无法做主。阁下，实话告诉您，青丽丝并非铁板一块，苏某所在的这一支只是明面上的刀，哪怕是最上面的那位，也不一定敢答应阁下的要求。不过另一支，或许有一人有资格考虑阁下这个条件。那位大人是陛下最信任的人，他手底下养的全是一群疯子、亡命徒，专办那些见不得光的死案，专杀那些不能明着杀的权贵。他在哪儿？京城。去京城要多久？此去京城往返2000余里，若用800里加急，沿途驿站日夜换马不换人，4日可到。请示那位大人，快则1日，慢则2日，再拼死赶回来又是4日。苏某愿意跑这一趟，帮阁下带话，但最快也得9日后才能给您答复。阁下，这9日我可以等。多谢阁下体谅。赵涵、钱明，滚过来。属下在。你们2人从现在起死死跟着车队，护送周娘子去明城。这一路上，不管是谁，只要敢动他们一根汗毛，直接以青丽丝的名义给我乱刀砍死。听明白了吗？属下领命，万死不辞。阁下，苏某9日内必回，这期间若有变故，有我。走吧。恩公，您答应了他们是吗？恩公，您已经为我做的足够多了，要不您拒绝他们吧？为何？青丽丝，妾身在京城时听说过一些，他们表面上是陛下的刀，实际上内部分成了好几派，有的专办明面上的大案，有的专门干见不得人的勾当，互相之间斗得厉害，每年都会莫名其妙死很多人。您这样的人，一旦进去，那些势力肯定会想尽办法拉拢您、利用您。您若是拒绝，他们又会忌惮您，想除掉您。那里面的水比云城、比边军都深得多。您已经救了我很多次，若是没有您，我根本到不了云城，更出不了云城。妾身不是不知好歹的人，夫君的事是我自己要查的，娘家的处境是我自己连累的，所有的后果都应该由妾身自己承担。恩公，算我求您，不要因为妾身卷入那些可怕的争斗里，好吗？你知道吗？在遇到你之前，我经历了一些事情，身上的银钱全部没了，有时饿极了，都只能啃路边的野草充饥。我当初之所以那么轻易接受你的聘请，愿意当你的近身侍卫，其实是为了挣点银子花花。原本想轻轻松松多混些日子，多挣点银子。结果你之前告诉我，要结束你我之间的聘请关系，要分道扬镳。既然如此，那我肯定要考虑跟你分道扬镳之后做什么。怎么了？恩公，您刚才说的那些话，我一个字都不信。您说您是为了银子，可您杀那些溃兵的时候，您杀那些匪土的时候，您杀胸骨人和那些官兵的时候，我都没给过您银子。您说您是要找份差事，可您这样的人想找差事哪里去不得，偏要去青丽丝那种龙潭虎穴。您知不知道，青丽丝这样的机构，看似风光无限、权力巨大，可进去的人10个有9个出不来，出来那一个也人不人、鬼不鬼的。除了对权力极度渴望，
又或者身负血海深仇的。一般情况下，鲜有人愿意主动加入青丽丝。恩公，您心里想什么，妾身都知道。您想，您一个人再强，也不能时时刻刻护着我。您怕万一哪天疏忽了，来不及了。您想找一个地方，一个朝廷机构，一群人来护着我，护着我的娘家。青丽丝，就是您看上的那个地方。我明明掩饰得很好，没想到还是被你发现了。跟你相处，真是想有一点秘密都难。恩公您啊，现在还没反应过来吗？反应过来什么？您还记得之前我说过您不像这个世界的人吗？记得。怎么了？您难道没发现，您的为人处事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吗？我父亲当年看上一位女子，便设计接近他弟弟。他先派人挑衅，激那少年在戏园里斗富，再当众羞辱他穷酸。2回下来，少年意志消沉。第3次，父亲却出手救助，替他解围，挣回面子。少年自此视他为知己，得知他未婚，便热心牵线佳节。我父亲与那女子顺利走到了一起。恩公，您知道我想借这个故事告诉您什么吗？这世上人人皆有图谋，商人图利，官员图权，江湖人图名，乞丐磕头也图你手里的铜板。夫妻相待，常算得清楚；父母养儿，也盼着老有所依。便是那自诩圣贤的，图的无非是名声，求的是青史留名，是死后被人记住。可您呢？您救了我那么多次，做了那么多事，您图什么？恩公，您做的那些事，在这个世界是解释不通的。你还挺会观察。有人来了。阁下，刑部的人来了。我们刚走出树里，就遇上了他们。刑部侍郎薛清的人带队的是个郎中，姓秦名震，是个出了名的黑刀子，带了20几个高手。他们是来拿周娘子的，我拦了，没拦住。所以你跑回来报信？不回来不行，阁下，刑部不比我们清一司，他们有正规的缉捕文书，有名正言顺的理由。我们清一司虽然不归他们管，但明面上也不能硬拦。可那姓秦的今晚铁了心要拿人，油盐不进。以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多半已经在背后与云城同事等人达成了什么不可告人的密谋勾当，不然他堂堂一个刑部郎中，根本无需如此大费周折。本官刑部郎中秦震奉旨缉拿要犯。周审事，你的事杀了，束手就擒，乖乖跟我回去，可免皮肉之苦。否则，哼！至于你们这些不知死活的杂碎，全部拿下！胆敢反抗者，就地格杀，一个不留。苏千户，那个领头的有没有滥杀无忌？有没有干过那些残害人的勾当？秦震此人为刑部侍郎薛清心腹，明的暗的办过不少案子。若以阁下的标准，他手上确实沾过许多无辜者的血。据我所知，有铁证的就有好几桩冤案假案是他亲手办的，有人家破人亡，有人屈死狱中，那些告状的喊冤的都被他压下去了，一些企图告御状的直接被灭了口。他背后那一脉，本就是替某些达官显贵擦屁股的，干净不了。这些年，我们没少跟他们发生冲突。那些手下呢？跟着秦震的能有几个干净的？就算手上没人命，也绝对脱不了干系，甚至比直接杀人更加肮脏和恶劣，比如奸淫、贩卖人口什么的。不知死活的东西，这时候还在问东问西，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不过，那寡妇确实长得水灵。
苏千户，你现在还要招揽我进清逸司吗？他真敢！那是刑部的人，地位不低。25个人，一眨眼全没了。我办案10年，见过的高手成百上千，杀人的、见血的、亡命的，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咱们这一行干久了，就2条路，要么死在刀下，要么死在岸上，没有第3条路。10年了，办过的大案要案堆起来能塞满一间屋子，得罪的人数不胜数。那些人明面上对我毕恭毕敬，背地里早就在磨刀。等哪天我官职掉了，或者老了，护不住自己了，他们就会像狼一样扑上来，把我撕成碎片。这是我的命，我早就认了。为陛下效力以来，见过太多人，有的比他强，有的官比他大，有的笑面虎，有的城府深。他从来没想过要毫无保留地追随谁，可眼前这个人居然够资格让机遇一闪一切，老子赌了。非招不可！若是那位指挥者不招您进清丽司，我就退出清丽司。只愿能追随阁下，天涯海角，鞍前马后。我等愿追随阁下，天涯海角，鞍前马后。子君也愿追随恩公，天涯海角，鞍前马后。此子倒是会借东风。清丽司吧，连地方官见了都绕道走的清丽司，就这么跪了。我们拼死拼活拿命赌未来，这公子哥跑过来就跪，话都照办，还一字不差。系统，谢谢您。您放心，既然您给了我杀人掠夺属性的能力，我一定努力杀人，狠狠掠夺。哪怕我前世是3好学生，年年拿奖状，也绝不影响我在邪修这条路上一往无前。都起来吧。对了，我姓曹，从今以后，人前你们叫我曹大人或者大人，私下里叫我曹炳或者老板。这是什么称呼？是老板，是老板，是老板。关于此事，你们暂时不用担心。正常情况，若是处理得好，不留下特别重要的证据，即使事后被人查出什么也不打紧。只要没有铁证，他们就不会硬来。当然，他们要是硬来，我也欢迎。毕竟人总有碰钉子的时候。我就欣赏那些有血性、不信邪的勇士。老板，您这欣赏，当真是欣赏吗？老板，这件事交给我们吧，我们擅长处理这种现场。赵涵签名，把尸体搬到那边林子里去。先搜干净他们身上的腰牌文书，能证明身份的东西，一件别留。你们俩把地上的血迹处理了，挖土盖，撒草木灰，再铺一层碎石，留2具相对完整的，要能看出是刑部的人。另外，他们身上的伤要重新处理过，莫让仵作看出太多端倪。死的2个，就改头换面，留在您身边，听候差遣。这个说法糊弄一时足矣，我们只需拖延时间，时间一久，即便对方生疑，也再难寻到实证。这一点我有十足把握。不错，够老练。老板您过奖了。老板不杀人的时候，还怪好相处的。
薛虎、王丽，夫人有何吩咐？带人去帮忙，抬尸体、挖坑、运石头，一切听他们指挥。是。那边挖深些。丫头，爹选对了。干完了就走，别磨蹭。是，老板。都快点，老板说了，干完就走。大人，出事了，出大事了！又怎么了？是刑部的人出事了。刑部？哪个刑部？秦镇秦郎中，他带着20几个高手，昨夜执意要亲自带队去追周沈氏，结果今早……别急，慢慢说清楚。今早清吏司苏千户回来了，带着2具尸体，说是在半路遇上了一伙凶匪，人数众多，凶悍异常。他们听见喊杀声赶过去的时候，刑部的人已经死得差不多了。苏千户带着人冲进去想救，结果自己也折了2个百户，只来得及抢回2具尸体，全死了。刑部20几个人全死了。老天爷，这云城守备之职是受了什么诅咒吗？我这才上任多久，就接二连三发生这样的大事。沈烈和赵封绳2个游击将军，带众数百，都走错了路。这秦郎中一路追击，路没走错，却送了命，是巧合，还是说沈烈和赵风行早已察觉此案非同寻常？若是前者，好办；若是后者，麻烦可就大了。敢在这个关头公然杀害刑部郎中与随行办案之人，这是在挑战朝廷的底线。可有人还是做了，他们到底在依仗什么？难道凶谷人已经要大举南下了？将军，出大事了！什么事慌成这样？刑部秦郎中带着20几个高手，昨夜追击周沈氏，今早全没了。清吏司苏千户带人赶到，只抢回2具尸体，自己也折了2个百户。清吏司那边伤的那3个情况严不严重？苏千户本人身上挨了一刀，可能躲避及时，不算严重，但其中1个百户手臂上的伤，据说深可见骨。带回来的2具刑部尸体呢？什么状况？听说死得可惨，头都被砍了，身上全是伤口，有斧子砍的，有长枪捅的，还有刀剑和剑矢的，乱七八糟。头都被砍了，身上还少非有凑长枪、刀剑、剑矢的伤。你说，什么样的凶匪能带这么多种兵器？属下觉得，最有可能是溃兵假装的凶匪，而且不止1股，应该是多股溃兵聚集在一起，为了作案特意抱团的。元丰，这种推测你自己信吗？不信。不，你信。不仅你要信，本将也要信。将军，这若是不信，就说明有人说谎。有人说谎，就又要有人去查真相。元丰，告诉我，你想去查真相吗？沈叔，将军是在暗示，刑部那些人的死也跟那人有关。不错，有进步。去忙你的事吧。只要上面没有命令，凶谷人没杀到云城边界，就什么都不要管，安心看戏即可。一个郎中莫名其妙死在缉拿凶手的路上，上面绝不会善罢甘休。这一次，我倒要看看你是否真的强到连朝廷都丝毫不在意。将军，出事了！
什么事？刑部秦郎中昨夜带20几人追击周审事，今早清吏司苏千户带回2具尸体，说是遇上凶匪，刑部的人全折了，清吏司也死了2个百户。清吏司死了2个百户，哪2个？赵涵和钱明。你确定刑部那20几个人，包括郎中秦震，都死了？清吏司的苏千户确实带回来2具尸体，经过辨认，已经确定是刑部的人，但其他人的尸体并未发现。苏千户现在在哪里？他已经连夜赶回京城上报去了，说咱们云城这边问题大得很，什么肥土当道、溃兵成群、流民遍地之类的。那2个受伤的百户也跟着走了。是的。也就是说，现在除了2具刑部的尸体以及苏千户他们的供词，再没其他相关的证据了。好像是这样，将军，您是不是发现了什么？不好说，我要先去看看刑部的尸体，才好下判断。那我陪您去。大人，出事了！又出什么事了？刑部那20几个人全死了？全死了。清吏司也死了2个百户。是，据说叫赵涵和钱明。经此一事，苏千户带着2个受伤的百户连夜回京城了，说是上报，其实是去搬援兵。秦震，刑部侍郎薛清的心腹，办事狠辣，从不手软。这次来云城，表面上查虞山村的事，实际上是想借机往这边插一脚。我本来还担心他会查到些什么，借机发难。现在好了，全死了。按理我该高兴，可为什么一点都高兴不起来？虞山村的事，到底为何会出问题？每一个细节，我复盘了一遍又遍，可无论怎么想，都找不到原因。多事之秋啊！25个人，一个都没回来。秦震死了，清吏司的苏沫带着人赶过去，只抢回2具尸体，自己也折了2个百户。虞山村青壮被调，村子被屠，云城320多个精锐一夜之间全死了，凶谷人也死了20多个，一个寡妇和她的护卫却活着。清吏司的人说是凶匪干的，抢回来的2具尸体，头都被砍了，上面斧伤、枪伤、剑伤皆有。你们怎么看？一具尸体上能有这么多种伤，说明敌人必然众多，而且所用兵器繁杂，不像正规军。苏沫的供词里说，他们赶到时，战斗已经快结束了，现场火光冲天，人影绰绰，至少有上百人。你们说，清吏司的人有没有可能撒了谎？如今虽是乱世，北边仗也打得进，可溃兵逃卒，眼力劲儿总该有几分。秦郎中去拿人时，必定穿着刑部官服，那些人不管对刑部有何不满，只要认得那身衣裳，按理都不该下杀手。单说这杀人的由头，怎么都说不通。据说秦郎中是趁夜追击，会不会当晚天黑雾大，凶手第一时间没认出来，等动了手见了血，秦郎中那脾气肯定不善罢甘休，双方针锋相对，冲突彻底爆发，凶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人全灭了口。这样也能解释为何带回来的2具尸体伤口那么乱，头还被砍了。打斗留下的和不想让人认出来都对得上。诸位说的都有道理，但却忽略了一个极其隐要的点。刑部与清吏司向来不对付，若换作我是苏千户，别说拼死救人，能不趁机下黑手就不错了。可云城传来的情报，偏偏是清吏司拼死抢回2具尸体。
大人，您觉得是青丽丝突然转了性，还是此事另有隐情？虞山村案，这2日我一直在跟进，整合大量信息后，我发现一个极古怪的地方。虞山村案发后，所知活口只有1伙人，好巧不巧，刚好是秦郎中去缉拿的那伙人。据我所知，在他前去缉拿之前，其实已经去过2拨人了。东营沈烈带300骑兵，西营赵神逢带500骑兵，结果呢，谁都没拿回来。他们的理由出奇一致：夜黑风高，岔路太多，追错了方向。周沈氏若是侥幸逃过1次，我信；逃过2次、3次，还让2拨人都追错方向，这就不是运气了。最开始我也盯着他叔父云城同志，他身上确实有问题，可这几天他一直闭门不出，一举一动都被盯着。如果咱刑部的人没出事，我或许会继续查下去，不会过度在意周沈氏。他毕竟只是一个妇道之家，但我们的人出事了，我忽然意识到，周沈氏才是关键。只是，我有一个极大的困惑，至今想不明白。说，周沈氏若是侥幸逃过1次，我信；逃过2次、3次，还让2拨人都追错方向，这就不是运气了。虞山村的凶手究竟是怎么做到屠戮300余精锐，并且无一活口、无一逃离的？尤其是那具特殊的尸体，他们是被石头杀死的，有的被射穿了胸膛，有的被射穿了脑袋，甚至在不同方向。还有一个胸骨人，也是被石头杀死的。仵作说，他们死亡的时间相差极短。若是同一个凶手，骑着最快的马，也不可能在那么短时间内，隔着那么远的距离，同时击杀2拨人。所以大人，我困惑的是，凶手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亦或者不是人？徒生，你刚才的困惑，我也想了很久。不管凶手是人是鬼，有一点可以确定，周沈氏是关键。徒生，你现在就去办一件事。请大人吩咐。这是陛下亲赐的刑部驻巡按令牌。持此令可调动地方驻军，出城往东30里是临渊大营，你去找霍烈将军，让他点2篇精兵随你去拿人。大人，2000精兵，这规模是不是太大了？大。虞山村320多精锐，一夜之间全死了，2个从3品游击将军空手而归，秦镇25人一个都没回来。你告诉我，这样的规模算大？你记住，去了之后什么都不用多说，只要告诉霍烈，刑部办案，急需兵力支援。他若问起缘由，你就说这是侍郎大人的意思。属下明白。徒生，你跟了我多少年了？8年。这8年里，我交给你办的案子，没有一件出过差错。这一次，希望也一样。大人放心，属下一定把人带回来。不是带回来，是碾碎。不管对方是一个人、一群人，是溃兵，是悍匪，还是什么怪物，2000精兵压上去，给我用绝对的人数、绝对的武力，彻底碾碎。我不想看到凶手有任何1寸完好的皮肤，以及任何1块完整的骨头。属下领命。对了，还有一件事，把周沈氏抓回来之后，无论他与凶手无关联，都给我送去教司房，让下面的人多去关照关照。毕竟，秦镇是因为缉拿他而死的，他总得给死去的人一个交代。这条道是我们兄弟的饭碗，
你们这么多车马过，总得留下点什么吧？好汉说的是。哼，公子爽快，把树拖开，让客人过去。公子慢走，一路顺风。拿了钱还要杀人，这规矩谁教你们的？饶命！不回答，那就是老规矩了。43人属性总共增长，力量16.5，速度12，体质11，感知3.2，精神1.2。赵涵，清理一下。是，老板。老板，搞定了，尸体藏的严实，脚印也扫了，搜出来100多两银子，还有些鱼叉挠钩，之后的路途说不定能用上。做得不错。俊爷给口吃的吧，我饿了3天了。退后！夫人，有人送东西。停！把送信的人带过来。小姐，沈家出事了。刑部缉拿令：沈婉君涉嫌重大命案，沈家上下一律收押待审。我二姐早就出嫁了，跟我们沈家有什么关系？方捕头，麻烦给我点时间，等我把这个月的月钱发了，让兄弟们散了，再跟你走。老魏，回老家去吧。方捕头，走吧。恩公，明城回不去了。这刑部反应够快，手段够狠，连出家的女儿都不放过，还要把整个家族填进去，这是在立威。既然回不去，那就不回，换条路。好。这附近都有些什么城？往西220里是安州，驻军多；往东南250里是梧州，治安最好。往东180里有座平江城，不过周边匪患严重，屡剿不止。匪患严重，屡剿不止。好，就去平江城。好，听恩公的。正愁找不到地方刷属性，匪患严重，对我来说那是一座金山。说，有没有见过一支7、8辆马车的车队往哪儿跑了？好像是往平江城去了。你知道说假话的后果吗？官爷饶命！官爷饶命啊！小的没说谎，小的确实亲眼所见，他们往那个方向去了，好几辆马车呢，小的不会记错。他们往平江城走了。平江城倒是个聪明人。传令，改道往平江城，骑兵提速先行拦截，步兵后续跟上。停！你们留下，保护好他们。老板，您要……有客人来了，我去迎迎。停！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一个人，他问我们要买路财。屠郎中，你看见没有？他真的走过来了。霍将军，你说怎么办？一个人拦我500旌旗，我打了20年仗，头一回见。不杀，来人！将军，身上带钱没有？将军，带没带？
够了，送过去。将军，送过去。废什么话！我们将军说了，钱给你，赶紧回家，天黑了，路上危险。多谢诸位将士，按规矩，我该拿钱就走。可诸位这么爽快，在下也不能没点表现。看诸位一路劳顿，就给你们讲个故事解解乏。有个女子在她18岁那年，家里来了个客人，后来她嫁给了对方，对方是一城守备，戍边12年，兢兢业业。直到1年前，她丈夫查到了一些东西，有人勾结匈古人，倒卖军械，私吞粮草，杀民冒功，吃空饷。证据在手，还没来得及上报，就被人设了局。他妻子不信他会擅自行动，于是写信给他叔父，也就是同知，求他帮忙。他信了。他写的每一封信，他叔父都看了。他在明处，他在暗处，他是在求凶手，帮他查凶手。她不只要她丈夫死，还觊觎她身子。她专门为他设了一个局，她联系了匈古人，帮他屠一个村子。为了不出意外，他调走了村里所有青壮。他暗中命令心腹操守，在关键时刻带兵入场，杀匈古人灭口，并将女子诬陷成屠村凶手。然后，他就可以在暗室里完成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场的诸位应该都懂，上面一个命令，下面要死多少人。可惜，后面出了意外，那个意外让他如意算盘全碎了。匈古人死了，他那个心腹操守，还有320多个精锐，也都死了。诸位，故事讲完了。这位山匪兄弟，你讲的故事，我有2个点不明白。第一，故事中的叔父如何精准把握时机？有一种鸟，眼睛是青色的，飞得很高很快，人走到哪儿，它跟到哪儿。青眼鸟，原来如此。第2个点也是最让我费解的地方，故事最后，你口中的那个意外是什么？究竟是怎样的意外，能让匈古人全灭300多精锐无一活口？你若能解惑，说不定我能将那个同知打入大牢。那个意外，好巧不巧，你也遇到过。我也遇到过。什么时候？现在。虞山村案的凶手就在我面前。你就是虞山村案的凶手，是你杀了匈古人和那300多个将士。这位将军，在回答你的问题前，我想先问你以及你身后的诸位一些问题。你说。我想问，刚才我讲的那个故事中，那位女子，她有没有错？她所遭遇的一切，该还是不该？故事不错，但现实判断对错讲的是证据。如果刑部本身就有问题呢？审他的人跟害他的人是一伙呢？军令如山，我们不敢不从。所以，你明知他是冤枉的，还是要抓。军令是错的，你们也要执行。军人只管执行，对错不归我们问。现在回答我。虞山村的凶手是不是你？是我杀了匈古人，还有那300多个云城精锐。但按照将军刚才的话，你没有证据，所以你要怎么办呢？我自然有办法。霍将军，等等，刑部那23个人也是你杀的吧？将军，方圆2000米内没有藏兵，只有他一人。马丘，将军。他说他是凶手，本将不信，用你的枪法去给我拆穿他。小子，我敬你是条汉子，但你吹的牛，我得试试真假。怎么试？接我10枪不死，我不下死手。万一死了呢？驾！马丘被秒了，他可是营里枪法第一。陆敖、魏秀、苗志东、花令出令。将军，你们4个一起上。是。
刀怎么断的？他再厉害也是血肉之躯，我有2000人，2000把刀，在军队面前，再厉害的高手也只是一只大一点的虫子。将军，还是吗？将军，此人是绝顶高手，但他再强也是一个人，咱们有2000多精锐。你想说什么？刚才那几下你没看见？看见了，可他用的是刀，咱们有。屠郎中，鲁敖他们4个的刀是怎么断的？你看清楚了吗？山匪兄弟，经过试探，本将军确定你不是凶手，因此本将军拿你不得。骑兵听令，后退50步。这位阁下，斗胆一问，您与周审事是什么关系？秘密，既是秘密，那不便再问。不知阁下可有兴趣来刑部任职？下官保证，周审事的案子到此为止。若是我拒绝呢？拒绝也没关系，如阁下这般大才，侯爷、王爷也够格。在下只是诚心招揽。众骑听令，再退50步，退！你不想为你的同僚报仇了？你看，你们有2000多人，我只是血肉之躯，一拥而上，未必没有机会。下能官查案，办周同知，我是刑部的，活着比死了有用。我知道2000精兵拦不住您，您要杀我，易如反掌。可您要护着周审事，不能离开太久。你倒是会抓重点。我欣赏聪明人，但我的刀不喜欢自作聪明的人。只要有一件事没办到，下次再跟你说话，就是在你的坟前了。感谢各位军爷的打赏，后会有期。屠郎中，刚从水里捞出来，差不多，刚才离死就差半步。你答应了他什么条件？查周明远？是。你这是死局。薛侍郎背后是三皇子，周明远也是三皇子的人。你查周明远，薛侍郎必弄死你；你不查，刚才那位必弄死你。将军想替谁招揽下官？直说吧。当今朝局，太子软弱，三皇子有钱无兵，唯有二皇子16岁上战场，边军20万兄弟认他，可他缺一个懂刑不敢动手的人。你查出的证据递给二皇子，就是砍向三皇子的刀。薛青动得了你，动不了边军20万兄弟。将军，容下官想想。不急。抱歉，让你们久等了。恩公，刑部派了很多人来，对吗？超过了数百人。你怎么知道？以您的身手，几百人根本不需要离开车队，只有人数太多，您担心波及我们，才会主动去拦截。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方便告诉妾身发生了什么吗？外面风大，去马车里聊。我离开车队后，往前走了10几里。10几里？您隔着10几里就能察觉到追兵？这怎么可能？这已经是仙路里那些神仙大能才有的手段了吧？恩公他到底是什么人？我扮成山匪，跟他们说：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恩公，您一个人拦2000多精锐，还要买路财？结果那个带头的将军以为我是个憨憨，居然真的让人凑了银子给我。后来，我给他们讲了个故事，一个18岁女子家里来了客人的故事。恩公，您为了我这样做，真的值得吗？我没考虑过值不值得，我只考虑愿不愿意。恩公，妾身有些冷，去拿件衣裳。一会儿我回来之后，你挑不平的路走，越颠簸越好。啊，是。我去，这什么情况？恩公，我先回去了。哦，好。那传来的，停车。老板，怎么了？前面林子扎营，等我回来。是，老板。
这个牙口不好，便宜点。牙口不好又不影响用。这样吧，10两，15两，不能再少了。这姑娘还是黄花闺女，要不是饿瘦了，30两都买不到。这年头，黄花闺女也不值钱呐，尤其是这种瘦弱的，一点肉都没有。我买回去还得花钱养养。12两，能成我就买走，不成我就不要了。求你们放我回去，我家里还有孩子。喊什么喊？你孩子，你孩子已经被卖到矿上了，你回去也找不到。这个多少钱？15两。虽然生过孩子，但底子好，养一养还能用。这样，2个都12两，我一起要了。成交。二爷，上个月的账都清了。念。胸骨族白狼部呼延烈上月提了35个青壮，16两一个，共560两，货款已结，换作50匹马，已送边关军需，净赚800两。呼延烈这个月还说要人吗？要，他们开了新矿，缺人缺得厉害，这个月要50个。每月50个，货源够吗？够。这年头别的不多，就是人多，流民遍地都是。乡下那些村子，一伙人摸进去，一家一户就是好几口，绑了就走，没人管。下手干净点儿，别留把柄。是，都处理得干净。孙大人那边上月要了12个男婴，单价50两，合计600两，是孙府管家亲自来送的银子。男婴的货源够吗？不太够。上个月那12个，有3个是从逃荒的流民手里买的，5个是从乡下收的，还有4个是从那些孕妇肚子里提前拿出来的。这个月要多少？15个，越多越好。还说如果货好，价钱可以涨到60两一个。告诉他，这个月最多给10个，死的也算钱，30两一个。不答应就算了。是。矿上那边刘矿主上月要了20个青壮，单价15两。那20个人现在还有几个活着？上个月送去的15个，上月死了7个，上个月送去的20个还没报数，估计刘矿主那人恨不得把人当牲口用，累死了就埋，埋了就再买。二爷，上个月总壮是3300两，刨去成本，净赚2800两。不错，拿出300两银子，赏给最卖力的那些兄弟。谢二爷。二爷，给您送了个好东西来。放开我娘！放开我娘！放开我娘！倒是个烈性的，叫什么？二爷问你话呢。我喜欢，越烈越好，这才有意思。这是你儿子？你敢动他，我做鬼也不放过你！做鬼？你活着我都不怕，还怕你做鬼？小畜生，牙口倒是不错。畜生，我跟你拼了！像，母子俩一个德行。我这个人最喜欢有骨气的，骨头越硬，打断的时候越有意思。你男人呢？死了，去年打仗死的。这娘们守寡1年多，村里几个光棍想占便宜，都被他砍了，厉害得很。寡妇带个孩子，能活成这样不容易。你不怕死？老天不开眼，有你们这样的畜生当道，活着跟死了没什么差别。好，好，好。你要干什么？你男人死了，你守了这么久的寡，不就为了这个孩子吗？你要是从了我，还在这活；你要是不从，孩子死。我再问你一次，从还是不从？娘，您不要哭。爹爹在的时候说过，您哭起来不好看，要笑。您笑起来好看，孩儿想把您的笑带到下面去给爹爹看。孩儿不孝，来世还做您的孩子，到时候孩儿长大了，再也不让您受一点委屈。好，好，好，小杂种有骨气，想死哪有那么容易？
我会一刀一刀割开你的肉，挑断你的手筋脚筋，让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们不是情深吗？我就当着你儿子的面儿，好好疼爱你。谁？这一刀是替那12个被生泼出来的娃娃还的，这一刀是替刘矿主矿场里累死的冤魂还的。这一刀是替那些被强灌落胎药的母亲还的。别杀我，我只是个记账的。这刀是替那些被你记在账本上，当成牲口卖掉的流民还的。爷爷饶命，饶命啊！你们不配求饶。你到底是谁？别过来，我杀了你！我的腿！你刚才说要割开他的肉，挑断他的筋，再当着他的面糟践他娘。二爷，你小时候被人关起来狠狠糟践过吧？你究竟想说什么？你反抗过，没用。后来你学会了闭眼、顺从、讨好，你的肉体活下来了，但灵魂脏了，所以你恨这些敢反抗、宁死不屈的人，因为他们站着，你跪着；他们干净，你脏。你只能把他们碾碎，让他们也跟你一样脏，你才不觉得孤独。你看到这孩子不怕死，你愤怒暴虐，因为你看到了当年那个只能任人摆布的自己。你折磨弱者，只是为了掩盖你的怯懦。你甚至连恨都不敢恨对的人，你骨子里从来就不是个男人。你叫什么？刘氏。他呢？刘石头，我爹说石头硬，摔不碎，砸不烂。这里有不少财物，能拿多少拿多少，拿完就带着孩子离开，找个地方好好生活，不会有人找你们麻烦。你是谁？什么人？滴血，有滴血！别说，这弓箭是真好用。你们不用感激我，也不用嫉妒我，只需明白，我能救你们，也能杀你们。我走后，谁若凌辱弱小，天涯海角必杀之；反之，若帮助他人，再相遇，有难必救。看来我的话分量还不够。290个人，掠夺力量140次，新增力量165.2；掠夺速度70次，新增速度69.3；掠夺体质50次，新增体质59.5；掠夺感知20次，新增感知18；掠夺精神10次，新增精神7.1。老板，我们煮了粥，您要不要先吃点？不用，我先歇会儿，你们吃。恩公，离品皇城不远了，再走1个多时辰就能到。不过，越靠城平江城，岔路和江河越多，那些地方藏着不少匪患，专挑车队下手，官兵都追不上。你担心？妾身是担心那些匪徒，怕他们不长眼，惹了恩中。该来的还是会来。恩公，补补。好吃。恩公，您吃完好好歇息一下，我先下去了。
又有肥羊，7辆马车，随行护卫10来个，仆从10几个，是大户人家。看清楚了，错不了，那些护卫带着刀，骑着马，不是小户人家能请得起的。叫兄弟们准备，速战速决，做完这票就撤。得嘞。求你们给口吃的吧！让开！这位夫人，行行好，您给口吃的，我们就让开。不用装了，你们根本就不是流民。夫人，您这话说的，我们怎么就不是流民了？我们穷，我们饿，我们在路边等死，我们不是流民是什么？这娘们长得真俊，大户人家的夫人就是不一样，那皮肤跟豆腐似的。夫人，您不给吃的也行，那您说我们该怎么办？等死吗？兄弟们，你们说我们就活该等死吗？等死？等个屁！不给点东西就别想离开，把马车里的东西和女人都留下来。夫人，您不给吃的，不给银子，那给点别的也行啊。您这身段，这脸蛋，陪一陪兄弟们，我们就让路，怎么样？老子好久没开问了。以前看剧只觉得演员表演公式化、刻板化，现在看来，影视剧里演的还是太保守了。你们究竟想要什么？这位夫人，我们不要什么，就要一口吃的。您给我们走，您不给我们就自己拿，自己拿，我们自己拿。你确定？我给你们吃的，你们就把路让开，放我们离去。夫人，那是刚才的条件，您耽搁了我们不少时间，所以现在条件变了。哦，那你说说，现在又是什么条件？第一，车上所有的东西留下，弟兄们跟着老子刀口舔血，总不能白干，对不对？对。第二，所有马匹全部留下。第三，夫人您懂事点，自己留下。大哥英明，陪弟兄们住几天，您要是表现得好，老子一开心，没准就把您放了。当然，要是表现不好，那就多住几天，反正老子有的是力气。我若是拒绝呢？夫人啊，夫人，陪您演演戏，您不会真以为老子是流民吧？您看看老子这身板，这胳膊，这肩膀，像是饿了3天的人。看看，老子这胳膊比你大腿都粗。是。夫人，别假装犹豫拖延时间了，就你们这点人，也敢跟老子说拒绝？老子给您脸，您就接着；您不接着，就别怪老子用强了。兄弟们，漏家伙，让他看看我们的本钱。夫人，您看看，10来个护卫对我140弟兄，您觉得够砍吗？不够，不够，老子一个就要砍5个。就算您这些护卫拼死一战，一个能打5个。10来个护卫，顶点打6、7、10个。大哥，别跟他废话了，弟兄们等不及了。那娘们细皮嫩肉的，弟兄们口水都快流干了。急什么？大户人家的夫人没见过这阵仗，得让人家慢慢适应。吓坏了，待会儿玩起来就没意思了。夫人，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您不说话，老子就当您默认了。默认了，那就是答应了。那就跟老子走吧。准备好清理工作。检测到宿主完成击杀，属性掠夺开始。掠夺力量62次，新增力量83.7，掠夺速度28次，新增速度29.4，掠夺体质属性35次，
新增体质 43.8， 掠夺感知属性10次，新增感知 8.5， 掠夺精神属性6次，新增精神 4.5。 这种感觉太奇妙了，不是权力的虚妄，也不是金钱的铜臭，这是实打实的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只属于我自己的力量。邪修好啊，邪修升级快。赵涵，这儿的石板碎的厉害，要不要换一块？不用，换一块新的，颜色不符，反而扎眼。填土压实就行，官道上车来车往，很快就碾平了。好。老板，清理完毕，匪徒身上搜出碎银40多两，铜钱干粮水囊若干。做得不错，辛苦了。能为老板效力，求之不得。去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准备出发。是。子君，过来一下。老板，你有什么吩咐？桥下乌篷船里有被绑的人，去放了。西北山坡后有假流民抢的财物，带人处理。跟真流民说，帮忙收尸，就给吃的。饿得没力气的，做做样子也算帮忙，照给吃的。孩子和带娃的妇女，不管帮不帮，最后都给。是，老板。哥，那些人怎么死的？我们只搬了尸体，他们为什么给吃的和铜钱？他们到底是什么人？是什么人不重要，那什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世道还有人把咱当人看。哎，这平王城比我想象的还冷清。孙府，找到你了。客官，打尖还是住店？住店。后院要能停7辆马车，马匹喂好料，备一桌好菜送楼上客房，再来2桌普通的。好嘞，客官。马车不用谢，你们轮班守着。钱明，带人检查客栈。少爷，查清了，他们住在有克莱客栈，6、7辆马车，护卫10几个。领头的是个女的，30来岁，带着一个年轻公子。马车有人轮班守着，不让人靠近。女的，30来岁，不是一般商队。少爷，要不要？不急，你去把杨师爷请来。那个小白脸儿长得是真俊，要没什么大背景，就永远留在平阳城，做我的禁徒吧。22人，前院7个，中院9个，后院4个，书房2个，全都得死。账本上那些婴儿，你们买回来做什么？我已查清，今晚就是你们的死期。剩下2个。你是谁？我是。你是谁？我知道，我是替那些小娃娃来的。你怎么知道？所以我来了。掠夺力量8次，速度4次，体质7次，感知2次，精神1次，全部到账。这是什么东西？鬼魂？他好像感知不到我。300里路非要来江里，江底有东西，那光是什么？这棵树，这口井，到底是什么？那东西是什么？为什么跑几百里路钻进这口井？那棵树的话，他们是什么关系？这个世界远比我以为的复杂。挨监察，一个不许漏，谁敢包庇，同罪论处。是。你们哪家的？陆玉拿出来。原来是宫门里的差爷，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我们是谁，你没资格知道。我家大人在此歇脚，不许打扰，不许泄露。若坏了大事，后果你承担不起。这几间不用查了，走。这是什么粥？味道很特别。青筋粥，平江城的吃食，用青筋米加几味草药熬的。恩公，您有心事？一路走来，看见不少死在路边的流民，我想
他们死后会去一个怎样的世界？恩公相信人死后会投胎转世吗？不知道，只是希望如果有的话，他们下一世能好一点。恩公觉得这世上有鬼魂吗？按理说应该有，但我没见过。恩公，妾身信鬼魂是真的。娘亲14岁病故，下葬后第3夜，我一人在院中哭，忽觉身后有人，一股凉意，可那时正是炎夏，我不敢回头，然后听见脚步声从身后绕到身前，月光下，地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影子，那脚步的主人没有影子。过了许久，那感觉消失了。睁眼时，地上多了一双绣花鞋，娘亲生前最爱的，下葬时我亲手给她穿上的。那双鞋动了，像有人穿着，一步步走进房里。第二天上坟，棺材盖被顶开了一条缝，我往里看，娘亲脚上的绣花鞋不见了。自那以后，每年忌日前夜，梦里都有脚步声，从门口走到床边，再走回去，动不了，也喊不出声。我一直以为是娘亲回来看我了。你有没有想过，那个脚步声也许不是你娘亲？你娘亲的鞋不见了，院子里出现一双一样的鞋，有东西穿着它走进你屋里。你只是觉得她是你娘亲，因为她穿着她的鞋。可万一那不是你娘亲呢？万一只是别的存在，拿走了她的鞋，学会了她的脚步声，假装是她，每年都来找你。他为什么要来找我？我不知道，也许想从你身上得到什么，或者他只是在等你认出她不是你娘亲。恩公，谢谢您的提醒，妾身需要好好想想。这个世界比我以为的要复杂。赵百户，好久不见。赵百户，沈千户问你话呢。数月不见，连基本的礼数都忘了。在下已不在清义司当差，清义司的礼数管不到我。京城即应即祭，上面的意思不是我们想来，是不得不来。赵涵、钱明，让客人进来。3位请坐，站了那么久，不累吗？阁下怎么称呼？我姓曹。曹公子是哪里人？听口音不像平江本地。流民出身，不值一提。流民，让2个百户假死追随。陆指挥使亲自下令试探，这样的人会是流民？曹公子谦虚了。赵涵和钱明都是清吏司老人，眼光不会差。那可不一定，难免有看走眼的时候。曹公子，实不相瞒，我们3人这次来是奉陆指挥所之命。陆指挥者希望我们3人联手试探一下公子的身手。若公子能在3招之内击败我们3人，公子之前提的条件便全部允了。3招？3招。曹公子，你这是什么意思？觉得3招太欺负人了，要增加？我的意思是，打你们3个，1招都不用。这是看不起谁呢？忘了问，怎么称呼？清吏司千户沈平。沈千户，你可能觉得我的话有些侮辱人。这样吧，你站起来对我出手，我不躲也不还手，但凡我出1招，就算我输。好，曹公子，这可是你说的。一会儿沈某若是下手没个轻重，还请见谅。这是什么力量？沈千户，人家让你站起来呢。曹公子，沈某赶了1天的路，口渴的紧，容我先喝杯茶，再动手不迟。曹公子不如先跟陈千户、刘千户过招，我看他们俩好像也等急了。刚才不是急得要动手吗？怎么突然就喝起茶来了？此人明知挣脱不了，死要面子不肯露面，还要把另外2个坑下水，心儿坏。行，沈千户先喝茶，不急。这位怎么称呼？清吏司千户，流氓。刘千户，
沈千户要喝茶，那咱们先练。好啊，不过拳脚无眼，一会儿伤了阁下，阁下可莫怪。刘千户，你怎么了？脸色不太好，是不是赶路太累了？没事。那你倒是站起来啊！曹公子等着呢。这狗东西，自己站不起来，倒有脸催我。刘千户，你可是咱们3个里力气最大的，怎么今天连站都站不起来了？是不是最近疏于练功了？哎呀，刘千户，不是我说你，年轻人嘛，节制些好。沈千户说笑了，曹公子毕竟是指挥使重视的人，就算测试，是否也应寻个合适的场所？这里是客房，造成损坏不好，我就不信我堂堂千户连站都站不起来。只要能站起来一点，也算出口气。完了，这辈子都完了。路上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有些内急，想如厕。原来是肚子不舒服。刘千户，快请便，比试的事不急。谢谢曹公子体谅，先失陪。哎呦，客官，茅塞在后面，您跑错了。你闻到了吗？我又不是没鼻子。你说，刘千户这事，你心里不是有答案了吗？老板把刘千户的翔给打出来了。你见过他跑？因为他怕老板再摁一下，把剩下的也打出来。那只手有问题，只要我们站起来出招，他不还手。那如果我在他靠近之前就站起来呢？现在，他明明还在3步之外，怎么一眨眼就到了身后？给我起来！这家伙是怪物吗？等，曹公子，我认输，别往下压了。曹公子，我现在的姿势，屁股离椅子还有一段距离，比起沈千户和刘千户，已经强了不止一点。他们可是被您压得动都动不了，我至少站起了一半。所以严格来说，我不算完全输，我只是选择了认输。什么叫被压得死死坐在椅子上？这厮是在踩着我和流氓的脸给自己贴金。曹公子，沈某有一不情之请，若是曹公子能将陈千户重新按回去，让他坐实了，沈某愿意答应曹公子一个要求。沈平，你这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比试就该有个明确结果，半站半坐不清不楚，丢我们清丽司的脸。曹公子，您别听他的，沈千户能答应您的事儿，我也能，而且我比他年轻，比他跑得快，您只要现在松手，都算我陈沟欠您一个人情。你欠的人情值几个钱？曹公子，沈某在清丽司干了20年，人脉广，路子多，他陈赫一个后辈能干什么？我是后辈，但清丽司是论资排辈的地方吗？我办的案子比你……你们别吵了。曹公子，您要是能把沈千户和陈千户的降也打出来，我刘狂这条命就是您的。这疯子要拉我们陪葬，完了，这疯子要拉我们一起死。刘皇，你闭嘴！回去我请你喝酒，最好的酒。刘皇，你自己吃坏了肚子，关我们什么事？你别乱说话。曹公子，您考虑考虑，我说到做到。他们的人情不值钱，但我的命应该还值点。以您的实力，只需略微出手就行。流氓，你丢人丢够了，还想拉上我们？曹公子，他在公报私仇，您要是信了他，传出去也不好听。曹公子，刘千户今日身体不适，神志不清，之前若有冒犯，您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一般见识。刘千户这个提议有点意思，不过3位是客，我怎能对客不敬？打杀的多伤和气，不如这样，赵涵，让厨房备一桌好菜送到这间屋里来。是。钱明，去请夫人过来，就说有几位朋友远道而来，请他一起用饭。曹公子，内眷在此，我等外男恐不便，告辞。饭都备好了，
吃完再走，别让人说我曹某人不懂规矩。多来人，拿长枪！你们是什么人？就是他，他说亲眼看见可疑人员进了这家客栈。好，让他认，认出来我们无话或说，认不出来，抬起头来，告诉我，谁是凶手？就是他！昨晚我亲眼看见他翻墙了孙大人的府邸，杀了他，之后又亲眼看见他进了这家客栈。够了！你睁着眼睛说瞎话！刘千户，别生气，我是突然想起一件好笑的事，失礼了。青李寺郑千户，下官不知大人在此，罪该万死。这个人留下，你们出去，告诉你们的县令，是。等我忙完会去找他喝茶。谁让你来的？没人，是我自己看见的。哦，那你看见的那人长什么样？就是那个穿青衫的，20来岁。你说亲眼看见他翻墙进孙府，翻的哪面墙？东墙还是西墙？叫什么？家住哪儿？干什么的？城南5里种麦子。城南5里，我路过城南5里外是一片坟地，你在坟地种麦子。说，谁让你来的？不说就是勾结刺客，栽赃朝廷命官，死罪，家人连增。我说，是李少爷，李武志让我来的。他说事成之后给我50两银子，大人饶命。哪个李少爷？城南李员外的儿子。你跟李武志什么关系？我是李家的家丁。跑腿的？那李府大门朝哪儿开？门口几级台阶？朝南3级台阶。怎么不问了？问不出什么了。他家人在别人手上，就这么算了？谁说算了？查清他的身份，就能找到幕后之人。曹公子，让您看笑话了。先吃酒，这人回头再料理。赵涵，进来。大人，把这个人带出去看好，没我的吩咐，任何人不得靠近。是。沈千户，妾身有话要说。夫人，请讲。昨日我的人回来路上被一年轻公子拦住，那人自称张文芷，城西张员外之子。方才那人说自己叫张九，妾身在想，他有没有可能其实是城西张家的人？夫人的意思是，他栽赃李家，是为保护自己的主子？妾身认为有这种可能。要想验证夫人的猜测，其实简单，只需要弄清楚城西张家跟城南李家的关系就行了。钱明，去把掌柜的请来。是。几位客官有什么吩咐？掌柜的，请坐。公子客气了。掌柜的，你是本地人，
城西张家和城南李家什么关系？客官，两家可不好惹。城西张员外做漕运，城南李员外做盐运。3年前两家在码头起了冲突，死了3个人。打那以后成了死对头。掌柜的，城西张家的张公子有没有什么特殊嗜好？这……去把青岩叫过来。啊，这小子长得真俊。这样的容貌，张文礼见了能不心动？在东市拦路试探，又设栽赃局，想借官府扣人。等商队被困，他再下手。曹公子，我等该告辞了。离去前，我会带张九去县衙敲打平江知县。有劳沈千户。还有一事，北边参将施承栋通敌事发，带3000信兵南窜，可能绕道走水路。曹公子多加小心。曹公子，夫人，后会有期。曹公子，夫人，后会有期。后会有期。恩公，您觉得青岩如何？什么如何？样貌。俊俏。恩公，青岩是女子。真的？怪不得如此俊俏，原来是女子。她为何女扮男装？这世道，女子孤身在外太难，扮成男子能省去许多麻烦。恩公，您刚才那一下是真惊讶还是假惊讶？真惊讶。您说谎的时候，眼睛不敢看人。好吧，我早就知道了。文礼，清吏司千户，你去弥南山躲几天？爹，我不走，躲得了初一，躲不了15。那你想怎样？1不做，2不休。张九必须死，证人死了，千户拿什么定我的罪？这事儿不能咱们自己动手。当然，得让县衙的人动手。张九最后是关在县衙大牢，证人死在牢里。朱知县比咱们更怕闹大。你有把握？牢里有死囚，给他家人100两银子，他什么都肯干。杀掉张九后，就说是畏罪自杀，或是死囚斗殴误杀。你去安排，手脚干净些。爹，省城那边你也得递个话。放心。他爹，他爹，你到底要做什么？爹，乖，听娘的话，赶紧走。银子藏好，走啊！他爹，走。等严虎办妥了事，告诉收散那个女人的嘴封上，银子拿回来1分不少。是，小的也别留。恩公，还没睡？在想一些事情。青岩昨日在东市买的，说是平江特产，恩公尝尝。有点酸。怎么，不好吃？那尝尝这颗，说不定是甜的。还是酸。奇怪，青岩买回来的时候跟说很甜的。那颗我刚吃过。恩公，您这嘴是不是馋不出味儿了？明明很甜啊。难道真是我味觉出问题了？恩公，
这下甜了吗？甜？哎，周娘子，你这不是在把我往曹贼的路上逼吗？骗子！宁惹阎王，莫惹李章是吧？嘿，巧了，邪修最是不信邪。输光家产是轻，若是今晚我不出现，你们俩估计老惨了。这就是大户人家吧？这些箱子里躺着的不是银子，是成千上万条人命。夜间娱乐是真细坑啊，可惜全是建立在折磨活人的基础。今晚想脏一些，就不用你了。谁？张员外，听说你这里银子多，大爷我最近手头有点紧，想来你这里搞点花花，你不会不给面子吧？来人手拿大刀，毫不慌张。不过我张府的门可不是那么好进的。张员外，你老盯着本大爷做甚？本大爷问你话呢，能不能给点银子花花？赶紧给句痛快话。药效来了，你是谁？谁派你来的？我在问你，你是谁？谁派你来的？张员外，你府上可真大呀！我这一路走进来，差点迷路。对了，你婆娘可真多，若非想先来你这里搞点银子花花，大爷我非前进去帮一帮你。说到这里，大爷我有个问题很好奇，张员外你这身子看着也不行啊，你行吗？我在问你，你究竟是谁？谁派你来的？哟，张员外，你这是干啥？怪不得，我就说，那看来就是……哦，我知道了。大家快来看啊！哎，张员外，你也是，不行就大胆说出来嘛，大家顶多背着你小声议论。张员外不行了，吃完药要撒尿，撒完尿又吃药。杀了他！给我杀了他！快给我杀了他！啊！爹，怎么了？您怎么了？滚开！文礼，过来。慢着，张员外，在砍死我之前，我觉得有一个人，你必须先砍死。谁？那个卖药的。什么卖药的？张员外，那药是从哪个王八蛋手里买的？我替你砍他去。放心，免费的。放肆！谁给你的胆子？夫人别回头，我是张员外。你们都死了吗？还愣在那里做什么？都给我上！谁先砍他100刀，我赏他1000两；谁把他杀了，我把城东那间铺子给他。都爬上去，爬上去！张员外，本大爷在来你这院子之前，亲眼看见你婆娘跟一个护院在花园假山后面。你婆娘说你是个没用的老废物。对了，当时你儿子路过也看见了，但他假装没看见，扭头走了。
老爷，老爷！杀！杀！杀！想让他们杀我是吧？行，如你的愿。夫人，我这里有一个问题，你若是能答对，我便放你条生路，如何？你问？试问张员外之气与佛之气孰大？佛之气大。为何？佛之法器能降妖除魔，其大无量。哈哈哈！张员外，你听见了吗？连你婆娘都觉得你不行，你还活着干什么？识趣点，死了吧！杀！夫人，你觉得你是答对了还是答错了？答对了。不，正确答案应该是你别过来！张公子，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你说大家都是人，为何有的人命贵，有的人命贱呢？人生来就不一样，命贵的是天定的，命贱的也是天定的。我爹说，乡下那些泥腿子，一条命值几两银子，他们生来就是给人当牛做马的，这是老天爷定的规矩。我花钱买他们，是给他们活路，我给他们家人银子，公平买卖，我有什么错？大人，您也是强者，您应该懂，这世道强者为尊。您杀我是因为您比我强，我认。就算您杀了我，也还会有千千万个我。好家伙，这台词，这觉悟，我怎么感觉我成反派了？你们呢？你们也是这样想的吗？我知道他们做的是错的，从小就知道。我虽是他所生，但我娘是丫鬟，是被他……我娘生下我后不久就被毒死了。她死的时候一直在望着门口，我知道她在等谁，可我也知道她永远等不到。我恨我自己，恨我懦弱，恨我不敢说，恨我明明知道是错的，却还是活着。我不是好人，大人，我只是一个不敢死的懦夫。若是今日我屠尽这张府，你未来会找我报仇吗？大人，求您一件事，我那2个妹妹，一个10岁，一个8岁，她们还小，没害过人，还有那些买来的下人也都是苦命人，求大人放条生路。大人，您能不能放过他们？我愿意用我的命换他们的命，我不求活。大人，我大哥，我2哥，3哥，所有沾了无辜鲜血的张家人，您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只求您放过无辜的人。你疯了！你要死自己死，别拉上我！你想害死我们？爹还没死呢！你这个孽障，吃里扒外的东西！你娘就是个贱婢，生了你这么个白眼狼。老爷养你这么大，你帮着外人灭自己门，你不得好死！大人，您别听他胡说，他巴不得我们死，好霸占家产。您千万别信他。你叫什么名字？张文信。张文信，我问你，若是我今日把除了你以及你口中那些无辜之人外全部处置，接下来你会怎么做？大人，今夜之事，官府必查。朱知县胆小会上报，漕运衙门和张府收买的官员在乎的是银子和把柄，来了就是灭口，到时我们全得死。请您把账册、书信、银票带走，东西不在，他们投鼠忌器，就不敢动我们。我若是把东西全带走，你们吃什么？府里粮食足够，哪怕没银子，我们自己下地劳作也能活。接着说，库房银子你也全搬走，官府查不到凶手就报劫匪。我会把护院尸体堆一处，刀扔满地，书房门口摆具关键尸体，做成铜规鱼笔，墙上用血写个木字，嫁祸城南李家。所有人统一口供，蒙面人翻墙杀人，我们躲暗处侥幸逃生。口供越简单越不易出错。这些谁教你的？以前府里的先生，前2年被辞退了。你从始至终都没叫过他一声爹。我娘死那天我就在身边，等到最后她死不瞑目，丫鬟告诉我娘想临死前见老爷一面，可她在赏鸟不愿来。一只鸟，我娘连一只鸟都不如。大人，他不是我爹，他不过是一个酒后乱性的老狗、老畜生。你这个孽种，跟你那贱种母亲一样，她是我府里的丫鬟，我给她饭吃，她拿身子还，理所应当。为何不去见他？因为那个贱婢她不配。我不喜欢听老狗临死前的狂吠，聒噪。
这鞋看来是不能要了。好了，老畜生死了，清静多了。接下来我赶时间，张文信按你说的办。这些银子留给你们，记住，若有人对你们用私刑，别硬抗，直接把我供出来。大人，大恩无以为报，我们哪怕是死，也绝不供出您。您为何要这么做？在绝对的实力面前，真相也要选择沉默。孩儿不孝，孩儿不孝，为了保全张家血脉，不得不那样做。你们以为我是真心恨爹，帮着凶手？不，我是为了活下来，只有活下来，有一天才能报仇。我忍辱负重，故意拿娘亲的死博同情，辱骂爹，就是为了骗取他的信任。他以为张家完了，可他还不知道我还活着，宝弟还活着。宝弟，你过来。哥，我要报仇，我要给爹报仇。好，哥帮你。怎么报仇？他那么厉害。人杀不了，鬼却可以。爹死得惨，怨气极重，已经变成厉鬼了。他就在那儿看着我们。哥，你能看见？我也想见见爹。有法子，你去那边等我，闭上眼，我叫你睁开再睁开。鬼不能报仇，人也不能。你们要好好活着，别想着报仇。文信，那位大人是书中说的隐士高手吗？他更像迷踪修路里的修者大能，这种存在，朝廷也惹不起。他走时让我们扛不住就供出他，这是何等的魄力！你早看出张宝的恨意，为何不借大人的手杀他？哥，好了吗？来了，老畜生，你最疼爱的小杂种说想见你，我这就给你送去。这次记得开门。米香，奴婢在。可以再用点力儿，我喜欢大力一些。好的，恩公。这手法连前世的自动按摩椅都不如，没有推销办卡，没有机器的冰冷。这个世界虽然野蛮，吃人不吐骨头，但也很真实。这可能就是野蛮与文明的区别吧。杀了188人，掠夺力量70次，掠夺速度40次。恩公，是水太烫了吗？不烫，水温很好。把衣服拿过来。好的，恩公。恩公，可要奴婢为您试身更衣？不用，你们出去。将军，前方50里就是平江城。平江城有多少守军？将军，平江是个小县城，守军不过数百，都是没上过战场的软脚蛤。银子呢？粮草呢？将军放心，平江城虽小却不穷，只要洗劫干净，银子粮草足够我们抵达目的地。让弟兄们加把劲儿，争取正午之前抵达平江城。进城之后，银子、粮食、女人随便拿，天黑之前不碰刀。老子要抢几个年轻的，腿不软不休息。这平泉城比青石镇肥多了，女人要抢，银子更要抢。后面的追军到哪里了？他们被摆了一道，起码2天才能追到这里。传令下去，加速赶往平江城，拿下后快速休整。之后借水渡绕路寒云关，从乌江出，翻越鸡鸣山，直插古原。是。本将军只给你半刻钟，城门不开，那就不用开了。将军息怒，下官奉命守城，没有手令不敢开城。给下官1刻钟，下官派人去请示。1刻钟，过时不候。快，把牢里的囚犯都放出来，搬石头烧开水，让他们戴罪立功。去把城里的壮丁都给我抓来。将军，1刻钟到了，攻城！封建，快封建！再发！你是此城的知县？回大人，下官是。此城操守呢？在您来之前就跑了。该守的不守，该跑的不跑，有意思。带下去。让他帮我们搜粮草银子，敢私域1个铜板，就地砍了。是。这屋里的钱财归你们，我要排第1个，伺候好了，饶你一命，不然一刀剁了你。赵百户守东侧门，钱百户守西侧门。子君，你守正门，不许出去，不许开门。好了，走，值钱的都带走。这儿有门。出去。有硬茬子，去禀报千宗。就是这儿。回禀何千主，就是这家客栈，里面有几个硬茬子。这就是你说的硬茬子？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放下刀，交出银子，饶你们一命。
否则男的杀光，女的带走。你们是什么人？光天化日，大肆劫掠，没有王法吗？你跟我讲王法？这座城现在老子就是王法。上，男的全杀了，女的留着。恩公何时剑术如此厉害了？恩公之前没用功，不代表不会。孙福安的凶手是恩公，这也太……东南巷子3个，城西民房5个。在上面放箭！怎么回事？邪门了！耶！万人厮杀，刀枪互搏，那是命，是运，是逃不掉的劫。可这一个人，撤！快撤！那不是人影。3000多人屠城劫掠，若没有系统，我遇到这场技能，恐怕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前世先烈们在冰天雪地里冻成冰雕，打完了该打的仗，为了后代的和平。这一世，我拥有了控制结果的能力，那还犹豫什么？我杀光这群畜生，这座城，下座城，就再也不用怕了。这批人3367个人，力量平均1.8，速度1.7，难怪能屠城，果然是精锐中的精锐。可惜，在我面前，和蝼蚁没区别。昨晚混在人群里摸大腿是吧？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因果报应。蛇，有蛇钻进去了！大夫，救命啊！我真是太坏了，不过精神控物还能这么玩？精神力能控木棍，能控石子。我也是个物体，有血有肉，凭什么不能控自己？试试。好家伙，我这算是成仙了。恩公，进来吧。恩公，尝尝梅香熬的菌锅肉粥。有劳了。恩公何时变得与妾身这般客气了？恩公您慢些吃，不够再叫我。
完美。这种掌控一切的感觉，比杀人上瘾多了。沈烈，你觉得，若是石残将的疯狗遇上了周婶身边那公子，会怎样？你觉得呢？石参长若是遇上别人，必胜；但若是对上那位公子，我估计石参长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那位公子性格不似好惹事之人，未必会起冲突。沈烈，别自欺欺人了。平江城这般局势，除非那位不在，否则避无可避。我倒真想看看城里如今是怎样一番景象。将军，属下探查了全城，叛军应该屠了城，并且已经离去。但直说，城内到处都是叛军的尸体，不下数百具。可是，我们找遍了全城，除了叛军，没有发现一具可疑的外来者尸体，就好像死的全是叛军，而出手者无一伤亡。而且，主街被烧得面目全非。整条街的青石板碎成了粉末，那种景象，属下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一个人把3000精锐杀得片甲不留，还把街道轰成了粉末，这他娘的还是人吗？全军听令，入城！将军，查清楚了，城内共发现叛军尸体270头，皆死于劫掠施暴之时，一剑毙命，剑无标记。就像有双眼睛在暗处盯着全城，谁作恶谁就死。那石城洞剩下的3000精锐呢？搜遍全城，不见踪影。草木灰浮，石粉浑，为骨灰沉底而水清。不用找了，石城洞的3000精锐都在我们脚下。3000人全烧成灰了，能将3000披甲之士瞬间化为齑粉，这城里来过不可思议的怪物。此事到此为止，不查了。愚公，末将在。你追上大部队后，即刻去向莫将军请命为先锋，就说平江惨状令你义愤填膺，是要报仇，带500精骑追击前方的叛军。将军，500骑兵追几千精锐，咬住即可。我既然让你去，就一定能让你胜。按我说的做。是。走，去追大部队。想说什么就说。恩公，大宁要大乱了，京城2位王爷暴毙，太子遇刺，南方霸占，北方副纵兵被调回京。继续。太子遇刺，说法有2：一为寝宫遭袭，2为城中密会时遇伏。你觉得哪种更不可能？都不可靠。寝宫行刺，除非是恩公这般人物，否则绝无可能。密会遇伏之说看似合理。但太子在京城一举一动皆受监视，此举只会自留把柄，反增陛下猜忌。有道理。恩公，妾身不想您去清世司，您借他们的力量保护我，他们也可以反过来借我去要挟您。您被什么保护，就被什么限制，能为您遮风挡雨的，也能让您不见天日。
妾身不想成为您的隐患。若是要亡，好过有朝一日别人拿刀架在妾身脖子上逼您就范。您这样的人，不应该有任何破绽。你若不想接受青丽丝的保护，那就不接受。我相信以你的智慧和能力，足以过得精彩。恩公，妾身曾在一本古籍上读到，上古修者天手道人，掌碎石手断流。临终遗言：男儿之手可藏天纳地，后人得法亦能只手镇山，断江截流。妾身曾不信，遇见恩公后，妾身信了。妾身有个奢望。什么奢望？想亲自感受一下那种血脉之味。这玩意儿怎么感受？难道要一巴掌把你拍成肉泥？周娘子，好家伙，故意为了一点醋包一盘饺子是吧？恩公，今日到此为止。终于来了，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赵涵，过来一下。老板，您有什么吩咐？苏沫回来了，正往这边赶，你去路口接应。属下苏沫见过大人。起来说话。大人，陆指挥使亲笔回函，您的要求他都应允了。苏沫，陆指挥使可还有说什么？陆指挥使说，大人先在属下麾下挂名，日常差遣不必理会。大人要查什么人，办什么事，属下全力配合。他还说虞山村的事，您不必再担心。他已命人将案卷从云城调到了青丽司，定会彻查，还周娘子一个清白。陆指挥使原想直接给您千户之职，可千户任命需陛下允许，且大人无军功在身，直接授千户恐惹人非议，故退而求其次。是百户是过渡，等大人立下功勋，再行擢升。这不是招满，是投资。那个姓陆的指挥使在我身上压了注，但只压了一半，另一半等我证明自己之后再补。官服是按大人身形赶制的，腰牌是陆指挥使特批的，这把刀是京城最好的匠人打的。东西放下，你先去歇息。是。是百户，正七品，直属百户所，自行挑选人手，不受地方辖制。这把刀，这块牌子，从今天起，我在这世界不再是无名之人。恩公，您找我？虞山村的案子，青丽司已全面接手。那郎中放了你的家人，他们彻底没事了。苏沫说，在你回绵城前，就可彻底还你清白。之前跟我们一道的刘千户调到了绵城，以后有事可直接找他。恩公，您不会跟我一起回迷城了是吗？我接了青丽司的职，蓝湖镇有个案子，我很感兴趣。苏沫说朝廷将起风波，你回去后多加小心，剑法常练，出远门多顾护卫。恩公放心，恩公，您若再遇类似的孩童，还会救吗？视情况而定。此乃乱世，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以妾身对您的了解，多半不会袖手旁观。若您真打算庇佑那些孩童，妾身愿为您分担。如何分担？妾身有些积蓄，也认识可靠之人，想在镇子附近买片有田有水的庄子，设学堂设武场，自给自足。平日里他们就是普通庄户人家，可这乱世光有善心不够，没有力量守护的善就是一块肥肉。妾身斗胆，有了这句话，妾身便能对外宣扬，说这是青丽司的产业。你连青丽司和沈烈都算进去了？恩公教过妾身，借势而为。我已是青丽司是百户，升千户只是时间问题。我来背书比苏沫更合适。恩公，您这样的人不该有破绽，无论那破绽是谁，妾身只考虑苏千户，是怕万一出事也不会牵连到您。你想得很周全，但我不能答应，对你不公平。其他人都得到了好处，唯独牺牲了你。你总想一个人扛过，可你有没有想看着你扛的人
也会心疼。这世道从不敢想会有人告诉妾身，你也是人，也能为自己活。恩公，您怎会这般想？恩公，妾身有一物相赠，此物妾身绣了数日，针脚粗了，恩公莫要嫌弃。为何是白眉？妾身初见恩公时，恩公杀人不沾血，站在尸堆中，眼睛却比血还干净。妾身当时就想，这个人像梅，白眉不艳，可他香。恩公不语，可气压全场。白眉能在雪中镇立，妾身相信，恩公也可以在这乱世威压八方。这是我为你准备的礼物。恩公，您刻的这女子竟与妾身一般无二，连眼角这颗小痣都分毫不差。此物太贵重，妾身的香囊如何配得上？你赠我香囊，贵在心意，我同样如此。心意之间哪有高下之分？恩公这般说，妾身再不收，倒成了不识好歹了。你识得好歹，只是总觉得自己不够好。恩公，山水迢迢，不知何时再相逢。此一别，愿恩公诸事皆顺，暗暗毕节。恩公若得闲，记得给妾身写信。好。半个月，仅仅半个月。大人，属下有一事禀报。说，关于您昨夜问起的2位王爷之事，属下已查到详细消息。2位王爷分别是文多王爷和奥格王爷，他们都是太上化与胸骨族和亲公主所生，体内同时流着大宁人和胸骨人的血。混血王爷？正是。2位王爷自幼在宫中长大，可他们长着胸骨族特有的黄色眼睛，骨骼粗大。坊间传闻，他们10岁就能骑烈马、射飞燕。他们怎么死的？文多王爷中毒身亡，毒名叫云花砂。奥格王爷被刺客当场格杀，刺客身手不凡，据说是被神策营的高手追杀，都逃掉了。如今胸骨族大举南下，他们身上的胸骨族血统，是不是成了他们最大的罪名？大人英明，民间确有流言说他们是胸骨族的种，万一里应外合，大宁危矣。但查无实据。查无实据，众口铄金。走吧。京城最近可有什么特殊的案子？特殊的案子，大人指的是就是那些不像人为的。有，而且不少，但多数被暗朝司接手了。暗朝司，一个很神秘的衙门，都叫它死人司，专处理那些查不出结果的怪案子，只在夜里出现，天亮前离开，不穿官服，不配腰牌，没有固定衙门。那怎么辨认他们？他们身上有股特殊的味道，闻过一次就忘不掉。我见过一次，那人穿灰袍戴斗笠，看不清脸。大白天，他周围的光线都好像暗一些，跟他说话，后背一直发凉。他们只处理怪案子。是，有一年京城出了桩怪事，一户人家的男主人夜里撞见一个背对他蹲在门槛上的白衣女人，女人转过头，脸上没有五官。后来暗朝司的人出现，把那无脸女鬼像折衣服一样强行塞进一个巴掌大的马口袋里。最后那女鬼在口袋里说了一句：“我不是人。”可你们也不是真的领。什么领？不清楚，都是传言，无从考证。只知道那户人家后来就搬离了京城。有点意思。大人，正好蓝湖镇有个案子报到了清吏司，户部派来核查账目的孟郎中失踪了。陆指挥者让属下先来看看，再决定要不要上报暗朝司。具体情况，头天夜里，卫兵亲眼见他熄灯。第二天，门从里面反锁，被子掀开，被窝还是温的，官服印记都在，人却不见了。明日，你带2人随我同去蓝湖镇查案。是，大人。大人，那便是蓝湖。感知全开，营帐士兵劳工，没有异常。走，去现场。卑职蓝湖营千主赵成见过苏千户，王守备已在营中等候。带路，先去事发官舍。是，请随我来。事发官舍在湖东岸，是单独小院。孟郎之之前空了2年多。之前住过什么人？3年前，工部派来一位郎中，住了半个多月，后来就空着了。这是透明无形，但精神力能触碰到，类似胶体。赵千种，带我们去见王守备。苏千户远道而来，有失远迎。王大人，孟郎中失踪前可有反常举动？事发前2天，湖里捞上来一块墨蓝色的水矿原石，孟郎中看见了，便要走了。那原石可还有多余的？有，我这就让人去取。王大人，除了孟郎中，
这些年蓝湖可还有其他异常？你要不问，我还真不好提。每年夏天，总有几个水性好的冰丁在湖边没了，捞上来的人面色安详，肺里没水。夜里山里也常有重物走动的脚步声和绿光。王大人但说无妨。每年总有那么一天，驻扎在蓝湖的所有人都会做同一个梦。同一个梦？梦里我们飘在天上，四周漆黑，穿着银白色的连体衣，头上戴着透明罩子，脚下是一颗巨大的蓝色圆球，球上面有一道暗红色的裂纹，看一眼就心慌头疼。银白色连体衣，透明罩子，蓝色星球，是宇航服，地球。王大人，那衣上是否从头到脚连成一体？银白色，布料硬挺，关节处有褶皱。正是。头上罩子可是圆形，与衣领严丝合缝，背后是否还背着一个方箱子，连着2根管子？你怎么知道？苏千户，你这位手下到底是什么人？王大人别见怪，我几年前曾落水昏迷，也做过类似的梦。梦里我飘在天上，穿着银白怪衣，脚下是一颗巨大的蓝色圆球。想不到竟有此巧事。苏千户，蓝湖这地方有些事儿查不到，或许比查到了好。谢大人点拨，苏某心中有数。大人，接下来怎么办？你回信就说此案诡异，建议上报按朝司。是，你带他俩去忙你的事，我单独行动。记住，遇到不寻常的任务就拒了，有我。是。千户大人，您跟曹百户……实话告诉你，我现在真正效力的只有曹大人。属下愿为大人效犬马之劳，若有二心，天诛地灭。你们以为我是在逼你们站队？能在曹大人麾下效力，是求不来的福缘。多人同梦，梦见穿着宇航服看地球，那血色疤痕是什么？必须更快的变强。干完这票，杀了那庄稼汉，老子要那小寡妇撅着。你快点，我排你后面。虽然破坏你们的好事很不道德，但我可是邪修啊。这乱世的雨，洗不净人心的脏。你们那都不算什么。前几天隔壁村有个老东西，守着2袋粮食，死活不肯给老子。老子一石头砸过去，砸得他满脸开花，抢了粮食就跑。你们猜怎么着？那老东西还追到村口摔了个狗啃泥，趴在地上像条老狗。2袋粮食也值得你吹。老子前天晚上摸进一个流民窝棚，里面有个娘们儿，长得水灵灵的。老子捂住她的嘴，告诉她出声就杀了她。她抖得跟麻叶似的，最后还不是乖乖就范了。这乱世好啊，以前哪敢想这些。老赵，你小子行啊！上回那个小娘子你弄到手没有？弄了。她男人在隔壁睡觉，老子翻窗进去，把他捂得严严实实。那男人是个窝囊废，屁都不敢放一个。完事儿了，老子还踹了他一脚，说你婆娘不听话，替你管教管教。你们猜他怎么样？怎么着？跪在地上给老子磕头，说大爷饶命！你们也太没出息了！老子半个月前在官道边上抢了个独行商人，那商人跪下来求老子留点干粮，老子一脚踹在他脸上，说要干粮拿你命来换。他吓得屁滚尿流跑了，那干粮老子吃了好几天。我这个人虽然喜欢吃瓜，但可分不清真假。你们要这样说，我可就当真了。
怪不得都想修仙。这隔空杀人的手段着实逆天，只要越过了红线，就送你们一个量身定制的意外，死得挑不出毛病。大哥，这雨下得好，泥腿子都缩在棚子里，女的还能拖到雨里。这雨大，拖到外面没意思，一会儿就在屋里办事，让那些泥腿子们看看咱是何等的威武雄壮。3尺波澜平风起，乱世何鱼也吃人。善道者亡于刀，善勇者溺于水。身为水寇死在河里，归宿正好，也算给鱼类子孙加个餐。挺漂亮的鸟，抓来解解闷。这世界真是不对劲，这鸟身上有屏蔽感知的东西。大自然真是鬼斧神工。蛇都能整出妖娆的感觉，也就三哥没穿越到这里，不然这类蛇估计要遭老罪了。既然你都给我跳擦边舞了，我就不钓鱼执法了，留你一命。这是给你的打赏，不要嫌弃。这兔子是老子从山下顺来的。那老娘们追了老子半里地，她家里还有个水灵灵的小闺女，下回连人带兔一起顺。考老了，还是这坛酒好，从王掌柜家顺的。那老王八喊抓贼，老子回头给他酒缸里留了一泡尿。7月来，妹妹登歌上门来，请喝茶来不挨近。等老子有钱了，去城里睡最漂亮的娘们儿，管她脏不脏，老子就好那一口。罗瘦子，你先把你那身虱子洗干净再说。各位好汉别慌，在下赶夜路遇着雨，想进来避避雨。方才在河边顺手摸的鱼，全当给各位添个下酒菜，莫嫌弃。坐吧坐吧，你胆子倒不小，大半夜一个人赶路，不怕遇上鬼？好汉，这酒能给口不？肚子里凉得慌。刚才我在外头听各位好汉讲故事，听得心里直痒痒。我这人缺德事儿没少干，故事多，各位有没有兴趣听听？讲得不好，罚酒3碗。话说前年，我给一个大盐商当护院，那盐商独宠第9房姨太太，那脸比桃花嫩，腰比柳条细，走起路来风都舍不得吹她。有一回，他养的猫窜到马厩，我把猫截住，他跑过来骂我：“你这奴才，一身的马粉味儿，弄脏了我的衣裳，你赔得起吗？”你们猜，老子当时怎么做的？老子一步跨上前，挡住他的去路，盯着他的眼睛，冷冷道：“女人，你这是在玩火！”
兄弟，你这话也太……还没完。那姨太太吓白了脸，问我想怎样，意思就是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女人了。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你的未来我奉陪到底。奉陪到底！你他娘的，你是去当护院还是去抢亲的？那姨太太吓得转身就跑，老子在后面喊了一句：“女人，你跑吧，无论你跑到天涯海角，我都会找到你，因为你逃得出我的人，逃不出我的爱意。”小友，你那般对九姨太不敬，那姓钱的没活剐了你？他当然想活剐了我，但我跑得快啊！逃离之急，我还当着他的面对那九姨太喊了一嗓子。我说：“女人，你记住，你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老爷，他算什么东西？”各位好汉，外面雨小了，酒喝了，故事讲了，我得赶紧上路了。你们也该上路了。可惜啊，终究是萍水相逢，感情不够深，不然不至于自己连夜上路，他们都不舍得出来送送。这世道啊，人心隔肚皮哦。喝酒的时候叫人家小兄弟，分别的时候赠别语都没一句。下一个是谁呢？这熟练度不得了。客官，里面请。头回来吧，咱们清音楼是三叉河镇数一数二的，姑娘们个个能诗会画。公子，我们楼里还有一种喝酒助兴的玩法，叫做行花令，不知道公子听说过没有？花令是什么？由姑娘出一个题目或上联，公子接上，接得对，姑娘喝一杯；接不上，公子喝。如果接得好嘛，那姑娘便不只是喝一杯了。那今晚我跟谭月姑娘试试花令。谭月，曹公子要跟你玩花令了。公子想怎么玩？诗令、词令还是对令？先来个诗令吧，你出上一句，我来接下一句。含沙埋骨30载，不折边关一寸心。这什么诗？李白、杜甫都没写过，难道是异界原创？大招放不出来了？这个确实没听过，换一个吧。古原3月无飞鸟，凶马一夜渡寒云。实不相瞒，我读书少，边塞诗没怎么看过，要不换个别的玩法？那对令，我出上联，公子对下联。风声雨声亘古声，声声入耳。长刀短刀斩马刀，刀刀暴击。对当，倒是勉强能对上，只是意境上，半盏清茶，品人间百味。一根黄鳝，够吃好几顿。公子这对法倒是务实。公子且再听一联：南来北往，东西皆是客。上蹿下跳，左右不是人。公子这对平寸工整，对仗也挑不出毛病。只是这左右不是人，倒让妾身不知该作何评说。山高地远，风雪夜归人。腿短话长，窑子里销魂。谭月姑娘，想笑便笑吧，憋坏了身子，秦老妈该找我赔了。公子，妾身在这楼里5年，接待过的客人没有1000也有800，但能把妾身逗成这样的，公子是头一个。承让承让，主要是姑娘涵养好，换个人早就掀桌子了。这一杯敬公子的奇才。这里的青楼卖的是被重视的情绪价值，这体验倒是新鲜。夜深了，狼人请睁眼，小坏蛋们藏好了吗？我要开始刀人了哟。北岭城的消息，诸位都看了，知府同知通判，一夜之间，整个官场被人连根爬起。滁州千户霸县县城，连同那水匪头子及手下300余口，死得干干净净。五营的元谋机和亲兵莫名暴毙。诸位，这难道只是巧合？总兵大人，末将梳理了吉英传来的暴毙案：乌柳县地头蛇潘奎、玉明城千隼胡彪、把总孙茂才、淮安府游击将军细周、登州府点醒范某。总兵大人，死的这些人没一个冤枉，越是恶贯满盈，死得越惨。吉英密报证实，无论数百里外还是本城，甚至凶谷人那边，皆是如此。外面都在传鬼吏现世，惩处罪孽。鬼吏，老子砍过的凶谷人脑袋比他们见过的人都多。要真有鬼吏，老子怎么没遇到？人？什么人能一夜杀上万人且尸体无伤？卞参将，您的意思是，真是鬼吏？
总兵大人，是不是诡异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东西有规矩，他只杀有罪之人。那又如何？万一他哪天改了规矩，万一他觉得当官的都有罪，在座诸位谁能逃脱？明游基，你这话什么意思？咱们带兵打仗，保境安民，跟那些地头蛇拐子能一样？一样不一样？那个东西说了算。我们没空做龌龊事，不代表下面的兵没做过。万一算到我们头上怎么办？定罪之事，我们无能为。现在该商议的是如何避免这种诡异的死亡。总兵大人，末将发现，死的都是现在作恶或一直作恶的，金盆洗手的反倒没事。他不翻旧账，只看养钱。依你之见，该如何做？做2件事：第一，管住自己，谁在作恶自己砍头；第二，管住手下，主官连坐，你的兵杀人等于你杀人。非常之时行非常之策，必须出台明确的杀罚条令。条令1，欺凌妇肉的杀；条令2，走私孩童的杀；条令3，奸淫掳掠的杀；条令4，无辜屠戮的杀；条令5，杀民冒功的，查出来剥皮悬门，请大人允准执行。条令严明，可若有人匿名诬陷公报私仇，难道宁可错杀，一名告状，一概不理，查出投递者，以造谣惩处；10名诬告者反坐，各营回去1日之内传兵卒，再有犯者，严惩不贷。总兵大人英明。唉，你们怎么不按套路出牌？说好的官越大越膨胀呢？说好的打了小的来大的，打了大的来老的呢？我才杀几个人，反派就风声鹤唳，连自己人都砍了抢人头。不妙啊！这样下去，岂不是还没杀到下一个国家？整个大宁国和匈古人都老实了，我上哪赚精神粮去？不过那个便参将倒是聪明，精神力肯定不错。要是他能犯点错就好了。呸！想什么呢？为了一点精神量，连3好学生的原则都不要了？咦，好家伙，还是你们懂事啊！空气阻力被精神力场完全屏蔽，没有音爆，没有摩擦发热，活计。今天我就教教你们什么是规矩。死呀克拉！真是的，给你们机会，你们也不中用啊。玉树龙座上说的是真的，这个世界真的有超龙之人。公子，我们没有演化吧？别管这些，他在禁止用活人祭祀，他给了匈古人2次机会，是他们自己找死。快帮所有人松绑，离开这里！匈古人的天赋就是好啊，这一路过来，加上刚才的454个匈古人，一共是37290个。我小时候听祖阿爷说过，血雀漫天，必有轩落。狄卢，你知不知道你在胡说什么？这绝对是大宁人的阴谋！谷寇，莫要暴怒。大宁人做不到1天之内辗转数千里，屠6个血丝部落，死者身上没有兵器伤口，没有中毒痕迹，连挣扎都没有。乌塔山火计第7部372人全死，高嘎岭火计第8部519人全死，水计部第2部803人全死，天际部第6部、突击部第3部全死。狼迹部呢？达因哈林狼迹部第1部死了91人，不过他们的大祭司尺尊死了。尺尊活了300岁，见过3位主宣化身的尺尊死了。这绝非人力，这是地底的轩院在翻腾，要么是远古轩即将苏醒，要么是有轩落了，天地秩序要崩溃了。这种眼神，就像前世那些被当作会说话的牲口的农奴，被割肉都不敢喊，因为一旦叫出声，会被割得更慢，死得更惨。这些原始糟粕就该全部清除。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了？你是谁？敢在我面前放肆！先下手为强，给我破！糟糕，7成力量竟然没破防，麻烦大了！一个都打不赢，再来一个！啊！七兄，你没事吧？没事，就是可能要死。什么？七兄，你的真体受伤了。无妨，我撑了3个呼吸，他没发现。七兄，我说的是你的真体受伤了。我知道，可他力大无穷，还能直接伤我本尊。
我不立刻剥离真体，必被他察觉。以他的杀性，我当场就得死。真有那么可怕？极其可怕！他的拳头有一种诡异的能量，能打穿肉身，直击真体。七兄，不应该，这层结界不是已经……嘘，先离开这里。他娘的，这世界真阴！我刚有点自信，就给我来个大东西，差点死在新手村。20多米高，金金毛发，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粒灰尘。那一笑比刀子还伤人，我境界更大，为什么打起来总像个反派？憋屈！19000，普通人一拳100公斤，我这是2000吨。我刚才用了7成力，1000多吨的力道，受力面积只有拳头大，1000多吨砸上去，他不仅没动，还冲我笑了笑。这就等于一只蚂蚁蹬了我一脚，我不仅知道了，还笑了。那笑容的意思是这只蚂蚁劲儿还挺大。他的身体强度至少是普通人的1万多倍，防御力是我的10倍，甚至100倍。20万、200万，膨胀了。我以为自己无敌了，这简直是在刀尖上跳舞。这才是这方世界的真实模样吗？不行，以后得夹起尾巴做人，谨慎小心。身为一代邪修接班人，岂能中道而崩渡？回大宁后方，远离这些怪物。怎么回事？我的感知毫无预兆，这迷雾不属于现实空间，是高位存在。我被锁定了，小的没打过，直接来个大的，20米的都破不了防，这来个30米的怎么打？没有灵气，没有真理，如此平凡。老七是被这东西打伤的，难道是老七和老九合伙光我？你是谁？不能开口，普通人的说话方式会暴露我。只要我沉默，身份就全靠他脑补。不愿意说，还是不敢说？哼，罢了，那就不用说了。新浪，还是不行吗？全力一击踢中太阳穴，也只是踢歪了头，今天要死在这儿了。大兄，那边开战了，立即赶过去，莫要在此玩耍。还不走？让我走！莫要乱窥探，有些东西并非此时的你能触碰。大兄，莫要硬撑了，再撑下去，你的真体要裂开了。不会回来了，他已经飞出去几千里。你之前为何不阻止我？大兄，你这脾气，我阻止不了啊。大兄，你亲自掂量了一番，什么感受？七弟，我有个秘密，想不想听？大兄，你说。这个秘密若我不说，你永远猜不到。我付出了很大代价，需要你拿3颗魂肉来换。魂肉如今很珍贵。放心，这个秘密绝对物超所值。行，我会。快告诉我，秘密是什么？七弟，他之前打你没用全力，不能随意用感知探查了。这就像在黑夜里点火，会引来杀身之祸。黑暗森林，这棺材板还挺凉快。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妈妈，您不用着急，那公子并非常人，他消失一定有他的理由。可他是青丽司的世白芷，他要是在我们这儿出了事，青丽司不会善罢甘休的。妈妈，正因他是世白芷，我才让您别担心。包裹、马匹、腰牌都在，说明他是有紧急任务。万一他有个好歹，我们报官吗？妈妈，您想的太简单。万一那位公子的任务对象刚好是这3叉镇的官府呢？他便衣示人，借宿此处，是在掩人耳目。一个青丽族的世百户，除了忌惮本地官府，还用忌惮谁？妈妈，这几日3叉河镇死了不少人，总兵府已下严令，若此事跟这位公子有关，我们去报官就是打草惊蛇，
坏了他的大计，到时候一个通敌的罪名，我们承担不起。对对对，不能报官，那我们怎么办？把公子的包袱放回去，派人死守后院客房，严禁任何人进入。最近青音楼不再留宿，青丽色的人没一个是简单的，我们只能静观其变。睡饱的感觉真好，荒郊野岭做个宵夜梦，不亏。我操！你是什么东西？大清早玩聊斋啊？公子，你搂了奴家一整月，怎的醒来就不认账了？这不是昨晚梦里那个女的吗？真疼！你不是梦？奴家不知道，公子在梦中能看见奴家，醒了还能看到，这是头一回。你别过来！男女授受不亲，人鬼殊途，懂不懂？什么事儿？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我告诉你，我脾气不好，动起手来连自己都怕。公子昨夜抱了奴家一整天，奴家虽已身死，但清白还在。公子这般行径，与那登徒子何异？客观上，我把一个女鬼当抱枕搂了一夜，上哪儿说理去？公子若是不愿负责，也无妨。奴家一个孤魂野鬼，本就不该痴心妄想。只是公子昨夜不只是搂着奴家那么简单。什么意思？我还干嘛了？我可是正经人。公子睡到中途，手脚便开始不老了。那是个鬼，我揉了一个鬼的屁股。这还罢了，奴家想着公子睡着了，不是故意的，忍忍也就过去了。可后来怎样？还有后来？后来公子又把奴家翻了个身，从后面，奴家躲都躲不开。公子力气太大了，奴家守了200年的身子，一夜之间被公子糟蹋了个遍。我不小心摸了揉了，还无从辩驳，连守身200多年的老鬼都不放过，该是我负责到底。公子，奴家知道鬼不该痴心妄想，可奴家的清白确实是被公子毁了。公子若是不愿负责，奴家也无话可说，只求公子不要把今晚的事说出去，给奴家留最后一点体面。那个，你叫什么？以恒。乃痕？不是乃痕，是以恒。一，姓也，恒，杜洪之恒。哦，以恒啊，少见的名字，头一回见。事已至此，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想要我做什么？公子，奴家想与公子结一幽切。幽切？什么是幽切？有什么作用？怎么结？幽切便是阴司认可的契书，结了幽切，奴家就是公子的人了。能说具体些吗？结这东西对你有什么好处？好处有3：一，有归处，不再飘零散魂，我命系于公子，公子在，我便在。2，有名分，阴司不拿，恶鬼不欺。3，公子便是我的阳灯，从此不迷途，不挨饿受冻。还有其他的吗？对我有啥影响？一旦缔结幽契，公子阳寿尽了，到了阴间，便与奴家绑在一处。公子投胎，奴家也跟着投胎。公子若是下了地狱受罚，奴家也要一同受罚。那你要是受罚呢？我也得跟着受罪。公子为主，奴家为奴，主不受奴所制约和影响。继续说。公子若在阳间娶妻，奴家位在其下，不能争也不能扰。另外，公子日后若有那方面需求，奴家须得奉，这是幽契规矩，鬼妻有侍奉之责。侍奉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梦里现实都可以，不过奴家实力低微，现实没有实体，无法带给公子实感。那怎样才能让你有实体？行吧，不问了。那这幽契该怎么结？公子这是答应了。公子说的可是真的，不骗奴家，不是在敷衍奴家。我这人敢做敢当，既然坏了你200多年的清白，
便一定要给你个说法。你不嫌弃我，与你结幽契又有何妨？哎，你怎么又哭了？我不都答应了吗？奴家没有哭，是高兴。多谢公子收留。行了，起来吧，说说具体流程，我该怎么做？坑下30米有妾身生前留下的一对玉质丹耳，公子只需将其挖出，滴一滴血到上面，剩下的交给奴家。就这么简单？那丹耳我戴了10几年，上面残留着奴家未散的气。公子的血是阳气精粹，滴在上面，2人的气便交汇。接下来，奴家只需向阴司递一道气书方可。公子，时辰到了，奴家不能继续待在这边，夜里再来寻你。差点忘了这茬，梦里是女鬼，现实我抱的是这块板儿。这些洞是我昨晚还是他自己烂出的？不管了，带走留作纪念。木质不轻，不是普通的旧床木料。